故事的开始，妈妈像往常一样，十分紧张地将一片海苔塞进小鸡模样的便当里。因为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做好儿子的便当更具挑战性和兴奋的。可儿子童对此老是抱怨，妈妈没有必要这么辛苦大早上起来做便当的，而且就算便当太普通也不会有同学嘲笑的，毕竟妈妈做的便当是世界第一的美味。每逢听到这种话，妈妈总是开心且满足地将便当递给这个让人省心的儿子。然而到了学校，温馨的画面戛然而止。此时童正被绑在柱子上，不难看出7、8同学正在霸凌童，为首的阿强更是过分地把钉子粘在鞋上，随后一脚踹进童腹部处的标靶，自导自演地玩起他那恶趣味的得分游戏。与此同时，围观的还有3人，双马尾胡桃和胖子6台，以及拍下这些照片打算卖钱的E。突然，由于童受到过度惊吓，以至于小便失禁，弄脏了阿强的鞋，于是童又遭到了暴打。眼看阿强就又要往童的脸上来上一脚，其他人也正捂鼻看戏。好在这时，一个男孩的出现才制止了阿强生气暴走的行为，而来者正是这恶霸4人组背后的老大钢骨。虽然他们是霸凌者，但霸凌者也有霸凌者的规矩，打人不能打脸，毕竟他们可不能让别人抓到明显的证据。再看一下此时慌张而且对钢骨言听计从的阿强，哪里还有刚才强势的模样，仿佛他的把柄就捏在钢骨的手里一般，可见钢骨对玩弄人这一块定然不是善茬。这时童还没逃离魔爪，就又坠进了魔窟。钢骨先是踹翻童的便当，好心提醒童，那摆成卡通模样的便当是要用手不断摆弄食材，所以是很脏的，现在扔了给你换一份。看着便当里的蟑螂，童惊恐地瞪大了眼睛，而钢骨却还在自顾自科普着，蟑螂每次能产下20只卵，而蟑螂一生只能产卵19次，也就是说蟑螂的一生大约能产下380只小蟑螂，所以你吃下这份套餐，过不了多久就能填满你的胃了，到时候说不准还有小蟑螂从你身上的每个洞里钻出来呢，这样一来你就是蟑螂之母了。于是就这样，在这位恶魔的强迫下，童含泪咽下了这份套餐。终于熬到折磨的时光结束，童一边咳嗽一边捡起地上的食物残渣，这是妈妈精心做的便当，她不能浪费。另一边已经走远的5人还讨论着童。胡桃兴奋表示，因为这是初高中连读的学校，所以他们还能奴役童5年。可是胡桃有些不解地看向钢骨，为什么要死盯着童不放呢？而事情的起因是有一天他们做游戏，规则是赌一赌被绳子吊上的汤田能坚持多久，猜到时间越接近的人就可以赢得所有点心。可作为新玩具，汤田刚被吊起来就喊认输，这让钢骨极其厌恶，毕竟是辛辛苦苦准备好的游戏，再怎么废物也要坚持一会儿吧。可话音刚落，童突然闯了进来，并制止了众人的游戏。但钢骨对这种见义勇为的家伙无比讨厌，既然你要多管闲事，那就代替他吧。于是从那之后，童顶替了汤田，成了众人打骂的玩具。回到现实，童站在家门前，先是一脸沉重，随后调整好笑容才打开家门。等待着他的是母亲精心准备的14岁生日会。很快细心的母亲就注意到童的脸上多了一道伤痕，虽然童的情绪快要绷不住，但为了不让妈妈担心，他还是强忍着泪水笑着说没事，只是在学校摔了一跤而已。妈妈也明白无论发生了什么，此时一定要好好的消毒，以免2次感染。看着童乖巧地坐在椅子上，妈妈熟练地使用医疗箱处理伤口，嘴上并说着，以前她的梦想就是要成为学校保健室里的老师，因为她以前经常被人欺负，加上她又是孤儿，身后没有看护她的家人，于是保健室成了她唯一的去处，保健室的老师也成了她唯一可以倾诉烦恼的对象，所以后来还特地考了从业资格证。可是啊，后来她有了要用心守护的家人，听到妈妈的话，童暗暗下定决心，她无论如何也要守护妈妈的笑容。在生日会结束后，妈妈还是觉得童今天的情况不对劲，于是拨通了丈夫的电话，告知童今天有些情况不对劲，想让丈夫出面问问。可作为警官的丈夫刚好追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火急火燎地将儿子的情况视作为青春期烦恼，让妻子不用过度操心，随后直接挂断了电话。可是妻子要说的话没说完，她不是这个意思啊。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童正在房间里打着游戏，嘴上叨念着如果把自己的遭遇说出去，爱他的妈妈肯定会去学校深究，到时候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糕。为什么现实里的坏蛋没办法像游戏里的恶魔一样轻易杀掉呢？正在童叹气之际，他收到了一个视频，里面的内容竟然是妈妈正和猥琐大叔坦诚相待，另外附加一条去天台见的短信。童瞬间懵了，这是 AI 合成的吧？妈妈怎么可能？出于担心，童来到妈妈房间，确认她睡着后，童后脚就溜出了家门。可童还是低估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关心，妈妈也起身跟了出去。画面一转，童已经来到了赴约地点，早上欺负童的5人都在，几人七嘴八舌地点评起刚才的视频，污言秽语如炮弹般炸开，瞬间点燃了童的情绪。可尽管童再怎么生气，对他们来说也是无能狂怒。为了教会童遵守所谓的规矩，一个邪恶的提议从钢骨脑里蹦出，要不你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刚才的视频。童崩溃地表示不要，但钢骨可没多少耐心，他留给童的还有最后一个选择，从这里跳下去，他就把视频删了。当然为了童的身体健康，他特意选择了这个地方，从这个高度摔下去最多只是骨折而已。那么请吧，顺便记得把鞋子脱了再跳哦。眼看童还处在崩溃呆滞的边缘，钢骨再次发出恶魔低语，3秒之内不跳的话他就发出去。3、2、1，来不及思考，童就奔向了围栏处。可他殊不知妈妈正看着手机上的定位在缓缓靠近，只听砰的一声，妈妈闻声望去，倒在血泊中的儿子让妈妈看了陷入崩溃，而童也颤抖地叫了一声妈。可话音刚落，等待童的是一辆无情色色车。
有时候人类的力量是那么的脆弱。眼前凄惨的一幕让妈妈连奔跑都失去了力气，重重的摔在了地上。等她爬到儿子面前时，也只剩下一地散落的器官。这幅地狱画卷，在场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除了钢骨，其他人都无比恐慌。伙伴催促钢骨赶紧离开，可他还不紧不慢的恶魔低语。现在这种情况他都体会不到获胜的乐趣了呢。直到这时他还自以为是游戏，但对一个妈妈来说，那可是撕心裂肺的现实。回到家里，妈妈抱着儿子的遗物彻夜不眠，而丈夫终于放下手头上的工作赶了回来。根据调查结果，因为天台处留有鞋子和遗书，所以儿子被判定为自杀未遂，被货车碾压致死。妈妈却自责认为是他们害死了儿子，毕竟儿子的社交软件上每隔几天就有一条对爸爸妈妈的不满留言，难道是他们的爱反而害死了儿子吗？深陷这种胡乱猜测的妈妈更加深了自责，每天总是心不在焉，甚至时不时的折磨自己，都怪作为父母的他们没有好好保护儿子。对不起，对不起。可某天在整理儿子遗物的时候，妈妈翻到了儿子的日记，这记录了儿子大半年来遭受到的欺辱。6月5号，今天我也被他们揍了。7月20号，他们强行脱下了我的泳衣，把我推进了游泳池。11月3号，我的铅笔盒被埋进花坛里了。12月3号，我要揭发他们的欺凌，我把证据全部收集在抽屉里的 U 盘里。读到这里，妈妈赶紧打开 U 盘，发现了一条至关重要的视频，他们用一只兔子威胁童写下了100次我想死，也就意味着当晚放在天台上所谓的遗书是假的。除此之外，其他的一些霸凌的证据童也有在偷偷记录。将这些证据看完之后，妈妈拽紧了鼠标，童在笔记里写道：经常欺凌他的4人是魔鬼，不过他们只是一帮狂热的信徒，钢骨才是这一切背后的元凶，他一定会收集齐所有证据。现在只剩下钢骨的，很快就能结束他们对我的霸凌了，这样就不会让妈妈担心了。看到这里的妈妈难掩泪水，同时视频里儿子遭受非人对待的场景让妈妈陷入了癫狂状态，只是将他们送上法庭也太便宜这群恶魔了，我要亲自审判他们，将恶魔赶回地狱。究竟要做什么能让一个善良的母亲黑化成杀人恶魔？答案是杀死他宝贝的孩子。自从看过儿子遭受霸凌的日记以及非人虐待的视频后，母亲真理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可是现在就揭发他们的话，按照他们的年龄，最多也只是无关痛痒的教育处理，何况还没收集到幕后指使的犯罪证据呢。于是在一番煎熬的思量后，真理还是决定亲自审判这群恶魔，将他们通通赶回地狱。为了不让丈夫牵涉其中，真理不仅离了婚，抹掉一切人际关系，甚至全身整容改变了外貌。而等再次出现在众人眼前时，是一位名叫明星真理亚的高中保健室老师，日常除了给学生们做心理辅导，发烧感冒之类的也归他管。因为温柔体贴，小男生们但凡有些小冷小热都争着过来看病，小女生们也乐意和他商量恋爱问题，只是一个比一个逆天而已。不过因此他也被学生们称作保健室的圣母玛利亚。这天真理亚正和生病的学生聊得火热，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那个害死他儿子的幕后真凶钢骨王。身后的学生见到他，一时间都吓得不敢说话，而真理亚从始至终都从容淡定。说起钢骨，他过来保健室也没什么大事，只是作为学生会的代表，希望为校园杜绝霸凌出一份力，把一起共创美好校园的宣传海报也在这张贴一份。真理亚笑着并夸奖对方：钢骨同学，你还真能干啊，对学生会的工作这么上心，看来目标是要成为你父亲那样的精神科医生吧？拯救人心的工作真不错呢。钢骨也应和着，因为人心中的创伤是肉眼看不见的，他自然也想像父亲那样去拯救他人，那真是温柔呢。想必是遗传了你那娴熟母亲的性格吧。我还记得他很亲切地管钢骨同学叫小旺呢。看着真理亚对自己家了如指掌一般，钢骨的笑容停顿了一下，可真理亚仿佛没有破绽，毕竟要成为合格的保健室老师，对学生知根知底可是很重要的。看着真理亚那诡异的笑容，钢骨怎么也没想到，那竟真是发自内心的笑。因为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真理亚可是吃尽了苦头，才从蠢货校长那谋得这个职位，而现在属于他的狩猎也终于可以正式开始了。自打2年前害死童儿没受到惩罚，身为凶手的他们不但没因此懂得收敛，反而变得愈加猖狂。一个女孩只是因为没及时上缴高达3万的月保护费，就遭受拳打脚踢，还有威胁，如果每个月没有及时缴费，那你偷东西的视频就会被曝光，看到时候还有哪个大学要录取你这个品行恶劣的东西。说完又踹了他几脚，并拍下了他难看的照片。好在这时英雄登场，一看竟发现是真理亚老师，虽然有些慌张，但立马转头小声警告，要是敢告状，可不仅仅是曝光你偷东西，还有那段隐私视频。女同学作为一个乖小孩，她选择顺从，可真理亚老师却温柔地蹲下握住她的手，让女孩不用害怕，因为保健室就是为你这样的孩子设立的，下次记得要来我这里哦。此刻女孩眼前有些恍惚，像看到了降临人间的天使一般，耀眼夺目。做完这些，真理亚起身就拿走了的手机，让他放学后再来拿，理由是学校禁止手机开机。等这些事传回小团伙后，他们对一干的蠢事都忍不住笑，只是可别做的过火连累到他们就行。亦却一脸无所谓，毕竟2年前害死童部也没有暴露嘛。可说这话的同时，他却没留意老大钢骨阴森地立在身后，察觉到现场的气氛都不对劲，亦立马向钢骨道歉，他不该提那件事的。而钢骨也没特别生气，只是不愿意听到那家伙的名字，一想起他那不服气的眼神就很不爽。既然如此，亦也不多问，只是客客气气地将收来的保护费递给钢骨，可对方不接受马屁，摔门就走。这瞬间引来了小伙伴的嘲笑，也让亦气得发抖，想起了曾经和童玩的游戏，准备把从童那勒索来的钱献给钢骨，可童却语气冷淡回复对方，不管你怎么跪舔钢骨同学，他也绝对不会正眼瞧你一眼的。这点亦心知肚明，但被外人一说他可受不了，直到童死了他也气难消。
真是死了也给老子添堵啊！而在画面的另一边，真理亚正处理着同学们的各种逆天提问，好不容易结束工作后，便开始破译刚收缴来的手机。根据先前儿子童收集到的证据，他知道一喜欢偷拍别人不正当的行为进行勒索，主要的目标都会放在不会反抗的软弱女生里。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他甚至会威胁女生拍些越来越过分的视频。而早上遇到的巴岛同学便是其中一位。至于他遭遇欺凌时的无助眼神，也让真理亚看到了儿子的身影，他顿时变得一语不发，脸上感受不到任何悲伤的情绪，只是默默进行着剩下的工作。可到了晚上，如果不是抱着儿子的遗照，幻想儿子就在身边，他又彻夜难眠，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说服自己，妈妈会努力的。在过了安静的几天后，上一秒还在开心数着勒索来的钱，下一秒却被手机收到的陌生邮件惊呆。那不正是他手机前置摄像头拍下的自己录着害羞表情捣鼓的快乐瞬间吗？此外，居然还有他威胁霸凌童的视频，这不是在童死后他就删了吗？到底是谁发的视频？封口费还要挟300万，这对他一个学生来说是完全付不起的巨款，加上赚来的外快也花得差不多了。但如果真让视频暴露出去，他这辈子就得完蛋。于是为了凑款，他更加频繁地偷拍女生的照片，卖给网上的变态客户。很快意的异常就被钢骨发现，他对意的这一套赚钱办法还是挺看好的。接下来要不要一起去玩，也是曾经的那么一瞬间，他第一次得到认可有了朋友。如果事情暴露，他肯定会被钢骨踢出朋友的队伍。该死，他可不想被抛弃。而意不知道的是，他的一系列惊恐表现都在真理亚的计划当中。当时假借没收手机为由，他就给意的手机里安装了远程操控的软件，勒索300万不过是开胃小菜，为的是让他尝到与受害者同样的痛苦。至于意所犯下的罪证，已经多到需要进行筛选。如果只是想从社会层面上杀死他，现在就可以做到，但那仅仅是复仇，而审判才刚刚开始。可最近监视意的一举一动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出现幻觉，看见搭背前行的男孩，以为是儿子回来了，一会儿显得那么惊喜，可仔细一看，一会儿又显得满眼落寞。就在这时，门外的娇弱女生打断了他，真理亚立即恢复笑容，接待今天不舒服的病人。他对这位同学非常了解，对方是那种经常获奖的好学生。为了安抚巴岛还是不安的心，真理亚向他保证，保健室的老师对学生都是知根知底的，都会尽力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所以欢迎你随时找我商谈。听到这，巴岛满眼感动，并说起他有一个朋友，只是因为在一家店里偷了东西，还不小心被比朋友更恶劣的人偷拍到了，对方并以此为要挟，一直对朋友折磨，但朋友觉得是自作自受，所以一直都在忍耐。请问我朋友他到底该怎么办呢？真理亚不假思索，随即说出6个字，那就不必屈服。此刻巴岛身体微微一震，而真理亚紧接着说道，如果你要是实在受不了了，那就躲到我这里来吧，我一定会保护你的。能请把我的话转告给你的朋友吗？巴岛强忍着泪水，微微颤抖着说我会的。在之后就是止不住的抽泣，或许当时儿子就是这个样子吧。真理自此脸色也变得阴沉了起来。在放学后，亦还是没能想到是谁发的邮件，恰好也撞见不远处的巴岛同学，于是便想把这股无处安放的愤怒发泄在巴岛身上。但是因为真理亚老师的那一番话，此刻巴岛脑里也只有4个字，不必屈服。然而刚没跑出多远，身后的意就将他拽了回来，并用美工刀抵住了他的脖子。你就是犯人吧？可在将巴岛抓回家里审讯时，亦并没有在巴岛手机里找到相关视频。然而亦却没打算放过巴岛，毕竟对他这么恨的人也只有巴岛一人吧，肯定是把视频藏起来了。但巴岛真的不知道，反而他再也忍受不了意的粗暴行为，也不再顾虑什么偷东西和隐私暴露的视频，曝光就曝光，你那些威胁我做的事情也都会说出去，要死大家就一起死。眼看自己精心调教的玩具已经完全脱离了掌控，亦这下真的慌了，一咬牙直接再次将巴岛按回了浴缸里。只要你还能变回原来的巴岛，他就还能回归正常，得到钢骨的赏识。变回去，快变回去！然而长时间的缺氧，巴岛的意识已经逐渐模糊，他多希望那个人能来救救他。危急关头，真理亚真的来了，他拽着意的脖子让他倒飞出去，随后面无表情的往意的脖子注射药剂。等巴岛回过神时，身后已经空无一人，在一片漆黑中，意缓缓睁眼，可映入眼帘的竟是一把有数个缺口的破烂菜刀，而自己的右手更是被一把奇怪的密码锁固定在墙壁上。此时真理亚迎面走来，欢迎来到忏悔室，2年 C 班的小何赖意同学。话音刚落，意所在的牢笼即刻开始灌水，意脸上写满了惊慌，而真理亚却面如死灰。他等待已久的第一场审判终于可以开始。起初意还以为这是整蛊，可越是看着真理亚的脸，却越是不对劲，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表情。眼见意已经回归现实，那么惩罚开始。第一步，因为你夺走他人所珍视的东西，所以我也要夺走你现在珍视的东西，夺走你的氧气。一瞬间急得求饶，这是误会啊老师，他只是想欺负一下巴岛同学。一开始只想着闹着玩，但对方一点不反抗，一不小心就玩得过火了而已。他要是真的反感，肯定早就把事情闹大了，所以他都没来报复我，这不就说明其实我做的并没有很过分吗？真理亚一脚踹在玻璃罩上，让意闭嘴。如果想要活命，那也是有办法的，毕竟这里叫做忏悔室，自然也有赎罪之道。只要想出你犯下的最严重罪行，而代表他的数字，就能让你重获自由。如果愚蠢到想不出来，那就献上你的鲜血来偿还罪过吧。像是看到了机会，亦迅速看向手铐处的密码锁，脑里并想起自己犯下的罪过，是勒索别人还是侵犯别人，但干的坏事好像数不过来，到底是哪一个？最终亦选择破罐子破摔，决定从0001开始输入密码，但水已经淹没到腹部，根本没有时间等待他急得再次向真理亚求饶，可对方却没丝毫波澜，一急得哭了，好似自己受了多大委屈一样，多想伙伴们能救救他，还想和伙伴们多玩一下，可在回忆里却看到个讨厌的脸，
他瞬间意识到与童的死亡相关，因为在他询问是不是童的忌日时，他看到真理亚眼里的怒意被点燃了。虽然不知道真理亚老师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但现在最重要的是逃出去。可童的忌日，话说童是什么时候死的？好像是天冷的时候，是1月份还是2月份？该死！你真会给我找事啊！你特么死就不能挑个好记一点的日子去死吗？话刚说完，水就已经淹到了头部。在拼命挣扎的时候，通过清澈的水望去，他惊恐地看见那是一张极度扭曲的笑脸。必绝望了，这女人真的要我死！在最后时刻，他还想着靠破损的菜刀砍断手，可是不管他怎么用力，手部传来的除了疼痛也只有疼痛。他根本下不去决心切断自己的手，但他也想不起来童的忌日。真理亚一脸安静地劝说对方，做不到那就直接等死吧。生死存亡之际，羿的脸部变得极度扭曲，强烈的求生意志让他用尽全力开始剁手。他可是得到钢骨认可了，怎么能因为这点破事死在这里？到了大学，他还要痛快的玩乐，靠那些不敢反抗的蠢女人来捞钱。他将来注定是要度过美好的一生吧。可就算一用尽全身力气，手还是没能砍掉，反而菜刀被骨头彻底崩碎。羿的视线开始因为血液流失变得模糊，最后一眼能看到的是将这一切拍照记录的恶魔。最终羿彻底失去意识。不久后，真理亚输入6月30号解开手铐，并宣判了最后的结果。其实将童赶上死路并不是他最严重的罪行，自然童的忌日不是正确答案，而他最严重的罪行就是他的出生本身啊，他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审判结束后，真理亚眼前有点恍惚，像是看见一个天使正和众恶魔战斗，听着篝火声，又好像回到了一家3口正快快乐乐的做晚饭的场景。但突然一冷，他瞬间被拉回了现实，那温馨的画面荡然无存。真理亚生气咬牙，甚至咳出了血。他一个人抱紧了自己，接下来他还要继续努力才行。需要他审判的还剩下4个人呢。女老师当街被4个壮汉围殴，不仅不害怕，还反客为主，夺走了对方老大的初吻。你以为是黑道大哥爱上我的剧本，实际却是疯批妈妈暗黑复仇的展开。在解决害死儿子的第一个帮凶之后，真理亚就已经预定好下一个目标——双马尾久美同学。但谨慎起见，需要等风波过去再行动。然而在此期间，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真理亚的丈夫，准确来说已经是前夫，生活安全科的刘警官。因为一同学已经连续2周没来上学，而且人也联系不上，警方怀疑他可能遇害。于是刘警官找到与一平时一起玩的同学，想要调查一消失的事件，但具体没人知道。负责答话的钢骨却在此时虚伪起来：“拜托警官，您一定要找到一同学啊！”刘警官自然不好推辞，毕竟这除了是本职工作，一同学也是他儿子的同学啊。说到底他是没办法置身事外的。听到这，钢骨有些好奇地询问对方：“请问您儿子的名字是？”当听到童的名字，钢骨的脸色瞬间凝固，但还没等刘警官怀疑，他又立即调整好了可怜兮兮的模样。明明童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突然想不开跳楼了呢？真令人痛惜。一时间，刘警官被钢骨的温柔话语欺骗，很高兴儿子能有这么一个关心他的同学，而且在和妻子离婚后，他再也没跟其他人聊起儿子的话题了。于是这次难得的聊了很久。可如果知道眼前的人就是让他儿子跳楼的元凶，刘警官会不会当场暴怒，将他丢河里喂垃圾呢？与此同时的另一边，团伙中的另外3人见老大钢骨还没回来，都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好像没了主心骨干啥都没劲。至于羿消失了2周，也只有强一个人担心。久美可懒得管他死活，甚至拿起手机想着给钢骨送一些什么生日礼物才好。这举动让强极其愤怒，羿可是他们的同伴啊。不过这位长相可爱的小姑娘也丝毫不畏惧他，手机响起后再也懒得听他唠叨，而是一脸笑嘻嘻的说去钓凯子。画面一转，在一家宾馆里，久美正坐在落魄大叔的腿上。他坦白，从没见过久美这么温柔体贴的女孩，吃饭不挑最贵的，也不会自顾自的玩手机。久美一听这话反而表现得很生气，替哥哥打抱不平，那种恶心的女人就配不上好哥哥。现在遇到了我，哥哥也终于可以结束之前那痛苦的恋爱了哟。看着眼前妩媚的脸蛋，大叔瞬间哭了起来，以为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刚想和久美进行下一步时，久美叫的外卖来了，可大叔一开门，才发现竟是2个混混。后面的光头顺手关门，为首的男人则直接捂住了大叔的嘴巴，威胁对方敢和16岁女高发生关系，那可是要带银手镯的哦。直到此刻，大叔才明白久美22岁的年龄是虚报的，今天如果不给钱就没法脱身了。此时久美还假装得很无辜，人家这么可爱，今天还陪你玩了这么久，就算给1兆也不算多吧。于是久美又成功拿下1单，回到家就听着小曲泡着澡，在手机上精心挑选昂贵的礼服。她多么希望能早点穿上这可爱的衣服，然后得到钢骨的表扬，光想想就好兴奋了。可她殊不知，不久后她就要为这份恶劣行径付出代价。在学校那边，因为羿已经消失了2周，作为班主任的后木极为愧疚，于是想要从真理亚这里打听学生的消息，可羿几乎没来过保健室。真理亚对此很抱歉，激动说着自己真是没用，如果能提前发现一同学的异常，给他做心理辅导，或许就不会出这种事了。见真理亚反应这么大，后木瞬间有些过意不去，是自己疏忽了，不应该说这些是刺激真理亚老师的。其实真理亚老师才是最担心学生的那个人吧。真理亚也客气地推让了一下，随后也说起了正事。比起更担心一同学，现在他更担心班里的久美同学呢，好像他最近在外面乱搞一些东西啊。于是不出意外的，第2天久美气冲冲找到2个小伙伴，一脚就踹在墙旁边的墙上，是你们揭发我在外面搞仙人跳的吧？这让墙听得有些懵逼。久美依旧盛气凌人，你们就别给我装傻了，今天班主任来找我谈话了，
说是看到一个大叔跟他一起走进宾馆。虽说自己最后臭骂了一顿班主任污蔑，但还是气不过有人告密。强还是一脸无所谓的，朝九美吐上一口长烟，想要呛醒这个有意想证的家伙。毕竟街上有那么多人，被某个校友看见了不是很正常吗？再加上同伴可不是用来怀疑的。然而九美根本听不进去，而是一脸嫌弃地拍开强那紧握着自己大腿的脏手，转身离开的时候警告两人，如果告诉钢骨他在玩仙人跳，那就绝交。而这一切正是真理亚要的结果，也都在他的计划当中。他先是提前调查好了九美在校外玩仙人跳赚钱的恶劣行径，然后借班主任的口让霸凌小队内部产生间隙。虽然这手法有些卑鄙下作，但自己也不过是借鉴一下九美曾经用在儿子童身上的伎俩罢了。时间回到童上初中的时候，某天刚一下课，九美就喊着自己的体操服不见了。随后何强一唱一和说是被人偷了，童意识到不妙，看向自己背包的时候，竟真有九美的体操服在里面。眼看这下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他只好用身体将背包压在桌面上。但别人要诬陷你的话，这根本躲不掉。很快阿强就抓起童，九美则恨不得让全班人知道童偷走一个美少女的体操服。也因为这事，童就被班上的人挂上变态的标签，从此被全班孤立。虽然那只是童记录在日记上的冰冷文字，但真理亚每次看到心中都会升起一团火。随后隔着阴阳告诉儿子，没事的童，妈妈已经准备的万无一失。你那天所遭受到被孤立无援的感觉，我会让对方也感同身受的。不久后，钢骨难得的召集全体成员，关于一消失一事，已经过去了3周，但警方依旧没有线索。钢骨想要询问伙伴们的想法，九美不假思索即刻抢答，对方一定是去旅游了，不用管他的。强立即开队，去旅游怎么会联系不上？你说话前能不能过过脑子？两人前几日刚结的仇还没解，现在怒上加怒，直接大吵了起来。平时保持中立的胖子，这次竟突然站在强这边，开始嘲讽九美。眼见一场大战不可避免，钢骨一拍栏杆，3人就瞬间安静了。钢骨这才缓缓说出自己的猜想，那就是易被人杀了。听到老大都这么说，3人一同露出震惊的表情。但为了稳定住情况，钢骨立马变脸微笑解释，说到底也是猜测，或许还真有可能像九美说的那样，去旅游但出现意外，暂时回不来吧。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说不准哪天有个疯子突然冒出来对他们报复，所以接下来这些日子还是提防一下比较好。也许其他人都听进去了，但九美显然没有，毕竟突然被钢骨的脸贴近，除了害羞就根本没把事情放在心上，直到回到教室了还沉浸在其中。不久后到要换体操服上体育课时，九美却发现自己的体操服不见了。在她大吼大叫的去找体操服的时候，强的肩包突然滚落，九美的体操服也顺势掉了出来。作为美少女，九美瞬间觉得偷她体操服的强好恶心，而强则是嘲讽老队友的做法低劣，别给我整这死出，谁稀罕你的体操服？莫名被骂的九美也很不服，搞得自己好像诬陷她偷的一样。于是不出意外的，两人又吵了起来。强实在受不了被污蔑，一气之下先翻椅子砸了旁边的同学，接着揪起九美的衣领，警告对方老子不允许被别人泼脏水。由于两人闹的动静太大，全班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九美像是看到了救兵，毕竟这种情况她可熟悉，在男女之间美少女属于弱势，更何况怎么可能有女生拿自己的清白来恶作剧的？于是想要大家作证，强上化学课那时迟到了，一定是那个时间段偷的。强显得有些难为情，吞吞吐吐说着自己那个时候只是上厕所而已。强的不自然表情让九美认为这就是破绽，如果没人作证，那肯定是强偷的。可这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打破了这场闹剧，我作证，不是他偷的，因为他刚才就一直跟我待在一起呢。时间回到1小时前，强刚准备换教室前往下一堂课，可真理亚却拦住了他。作为保健室的老师，要关心每一个学生的身体健康。关于强在校内吸烟的事，真理亚需要和他谈一下，虽然可能会耽误一些上课时间，但还是拜托了，跟我走一趟。由于真理亚表现得过于乖巧，根本没有学生能抵抗住，最后还是成功的将强拿下。但生活辅导完之后呢，九美还是不服气，如果强真的有了不在场证明，那这样一来，自己不就成了哗众取宠的坏人了吗？可我才是受害者啊！眼看已经不能诬陷在强的身上，他转头就诬陷给一旁的2次元宅男，肯定是想偷我的体操服来闻。这时一旁的女生都看不下去了，污蔑人也得讲证据吧。其他人也开始了窃窃私语，都认为是他自导自演的。尽管九美现在有多生气多无辜，但已经没人选择信任她。眼看九美都快被骂到崩溃，真理亚老师又突然站了出来，让大家别指责九美同学了，毕竟现在没办法证明谁是犯人，但也同样没法证明九美是自导自演的，所以大家都不要互相猜疑了。而九美同学，你也要好好跟同学们相处啊，随便怀疑朋友可是容易被孤立的。今天就先到这，这件事老师会替你做主上报给学校，替你抓出犯人的。可话没说完，九美就愤怒地甩开了真理亚的手。同学们见他连好意都不接受，也都纷纷投过去鄙夷的目光。九美就从没体验过今天的委屈，加上真理亚老师说他会被人孤立，本来就高傲的他哪能受这个气，转身就离开了这烦人的教室。可还是有被真理亚的话气到，自己明明被班级里的女生们夸好看，那些男生也无一例外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去特么的你才会被人孤立。这一边的真理亚在安抚同学们后，便直接找到了九美谈话，可没想对方上来就骂，真理亚也没惯着他，只是评价了一句，真是有够可悲的呢，便不再理睬这暴脾气的妞。毕竟真理亚自己都没想到，只是略施小计而已，对方就已经自乱阵脚，本来还准备的好多计划都要用不上了呢。他只是故意让强迟到，然后趁机将体操服调包，都还没放大招呢，赢得太过顺利，反而让他有些不安心。到了晚上，
九美肚子里还是憋了一股气，本来都不愿答应混混继续去钓大叔赚外快，但一想到被真理亚的话气得不行，于是他果断答应这位合作伙伴。只是他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让真理亚老师尝尝什么才是真正的可悲。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校长正组织开展教师聚餐，虽然很快就要到暑假，但校长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懈怠，拿出一股劲继续为学生的美好未来奋斗。可班主任后木根本笑不出来，毕竟意在消失将近1个月后都没有消息，现在班上的九美同学也不来上学了，他这个班主任当得很自责。真理亚见状，想给这个负责任的老师倒上一杯，但他酒精过敏，不会喝酒。可这时校长却也过来凑热闹，一边给后木倒酒的同时，一边小声警告对方，眼下正是他们学校成绩赶上东京重点名校的关节点，他可不想学校传出什么不良的消息，懂他意思的话就干了这杯。见后木有难处，真理亚支开校长，并顺手给酒换成了水，看着后木喝下，校长也放下了心。之后校长将猪手伸向了真理亚，开始幻想着这所学校的美好未来。可目睹这一切的真理亚完全高兴不起来，明明儿子的死与学校相关，这些所谓的教育家却完全没看到那些事情发生一样，还能那么心安理得的开怀畅饮。于是这场宴会在不太愉快的心情下很快就结束，真理亚一一谢绝了男同事们的唱 K 邀请。可刚转身要走时，后木追了上来，他很感谢真理亚刚才替他挡了酒，但真理亚心里明白，其实自己也罪孽深重，并不值得被感谢。告别完对方，真理亚打着伞继续回家，可路过一条阴森的小巷时，敏锐的直觉让他知道身后有危险。果不其然，随着他们走出阴影，4个流氓地痞的身形也出现在了眼前。为首的男人见真理亚比照片上的还美，于是见色起意，吩咐手下赶紧把他拿下。而眼看光头就要摸到真理亚的肩膀，下一秒却被噼里啪啦的电流电晕在地，原来是防狼必备的电击枪。这下混混们气坏了，好言相劝不听，那就只好动粗了。看着真理亚跑进小巷，其中一名混混也急得单刀赴会，看见地上的包包，便直接好奇地蹲了下去，不出意外直接被藏起来的真理亚撂倒。而等另一位同伙赶到时，还是一样的如法炮制，就这样搞定3名歹徒。接下来哪怕选择逃跑的概率都大大提升。可万万没想到，最后一人玩阴的突然窜出来就是一闷棍，来不及躲防，真理亚就被击倒在地。对方手持武器，还处于高位压制，这换谁来了都难免被调戏。但是这可是真理亚。画面一转，九美正洗浴完，幻想着此时此刻真理亚老师已经在被教训了。突然屋外开门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幻想，九美还以为是风大忘记了锁门，可刚一靠近，真理亚像幽灵一样出现在他身后，还是熟悉的配方，注射药剂让他昏迷后再次出现便是山郊野外的房子里。等九美醒来时，已经被五花大绑吊起并悬空在一口井的上方。那么审判开始吧。2年 C 班的事件，九美刘同学只是才刚撕开封口的胶布，九美直接就破口大骂，完全搞不清楚现在自己是什么处境。但真理亚可不惯着他，如果还乱喊乱叫，那就割断悬挂的绳索。虽然掉下去不会摔死，只是在这远离人烟的深山老林里，一旦掉下去，就只能和这遍布冰冷井底的虫蚁孤零零度过自己的余生了而已吧。听到这，九美彻底安静了，只是她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派出去的饭桶没能撂倒真理亚，反而被真理亚偷了家。其实真理亚也没做什么，只是一个吻就让对方神魂颠倒，而等对方放松警惕的时候，已经是反客为主了。至于他，还把九美同学出卖了，所以我才会上门来找你。但你的做法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审判提前了而已，因为不管是还是你，本来就是有罪的，所以迎接审判吧。真理亚先是把蜡烛放在绳子一边，只要3个小时，你就能体验在黑暗中了却残生的感觉了。但在此期间，九美同学也有一个忏悔的机会，允许你从个人联系里挑一个人，但只能发送1句话，其中包含求救以及自身处境的言论不能发，只能装成平时那样叫个人过来。九美有些疑惑，这么简单吗？那岂不是对你很不利？真理亚却笑了，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九美发现手机上根本没有电话卡，真理亚劝对方不要着急，他只是在过来的路上顺手拔出了电话卡，还很不小心把电话卡弄混在了刀片里。帮我找出来，你就可以发消息了哟。九美顿时青筋暴起，自己又没有手，这不就是要自己要用舌头从刀片里挑出电话卡来吗？但不行动的话，3小时后火就会烧断绳子，九美也只能豁出去了。可靠近刀片时又被吓住，直到真理亚开始嘲讽，他才又动力满满，可一下就被割花了脸，直接让他委屈的哭出了声来。真理亚见状一脸反感，别一副受害者的嘴脸啊，我不过是把你做的事回敬到你身上罢了。九美听后先是一懵，紧接着惊恐万分，似曾相识的画面出现在了脑里，不同的是那一次不是刀片，而是图钉。童则像狗一样被踩在九美的脚下，然后需要在图钉里用舌头强忍着疼痛叼起一把钥匙。那时候九美还十分骄傲，只是训练了同2次就可以有这样的成果了，说不定自己还有当饲养员的天赋呢。回到现实，九美不解为什么那种事情会被真理亚老师知道，明明是今年冬天才入职的，可那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再仔细一看真理亚老师的脸，好像在哪里见过，九美不免震惊，难不成眼前的女人是童的妈妈？真理亚有些惊讶，之前的一连到死都没能察觉呢，而这下你也可以死得明白了。看着这副恐怖表情，九美反而没有担心自己的安危，而是害怕她下一个复仇对象就是钢骨。为了心爱之人的安危，她必须把消息送出去，于是再也不顾刀片撕裂皮肤的疼痛，开始翻找电话卡。真理亚有被这狂热信徒的意志吓到，钢骨有这么好吗？看见九美叼起手机卡还一脸得意的模样，真理亚不免有些沉默。
按照游戏规则，将手机卡插入后，九美仅有一次机会联络一个人。想到强还在气头上，估计是不会回消息的。至于胖子，只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么也只能选钢骨同学了。只是要对钢骨同学说些什么呢？因为时间紧迫，九美催促真理亚，让他赶紧把手机拿过来选联系人钢骨。可打开聊天记录一看，他才发现自己关心的话题、转发的视频都没有被搭理，唯一要炫耀的新衣服，在隔天才被敷衍回答。九美临死才知道自己竟然没被钢骨所重视过。可他如果讨厌我，就应该不会和我做朋友吧？他偶尔还会和我一起玩呢。而且如果是钢骨同学收到消息，肯定会发现异常，能推测出这个事件与童的复仇有关，说不定大家还能过来救我。但是他基本不回我消息啊。思来想去，九美还是选择发消息给钢骨：喜欢我吗？你要是喜欢我，现在请马上来这里一趟。另一边的钢骨刚打开手机，能收到也只有母亲发来的慰问消息。九美的消息呢？原来在最后一秒，九美还是选择放弃相信自己的感情，而是选择老搭档范岛。毕竟那家伙虽然没脑子，但为了钱绝对会来的。于是便发送了调到有钱大叔速速前来的信息出去，但等来的却是一条意想不到的信息：丑女自己玩去吧，别让我再见到你。九美彻底懵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原来在真理亚摆平范岛后，其实还有着后续。本来范岛以为听话就能得到真理亚的私教课，可一个没注意惨遭反杀，也被囚禁了起来，并拿出手机让对方看了个帖子，里面正是范岛勒索别人的证据，而发帖人正是九美，其中各种帖子还不少呢。看看你那位好搭档，乱发这些东西，哪天要是被不怀好意的人拿去，你可少不了银手镯啊！可实际上这个账号却是真理亚伪造的，但现在看来目的已经达到，两人已经决裂。九美还是不解，为什么真理亚想到伪造账号？难道就笃定他一定会联系范岛吗？答案是的，因为真理亚了解九美，不仅谎言成性，还自私自利，比起同伴，更愿意相信与自己有利益牵扯的人。谎言伴随着他走到了现在，不相信任何人，当然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他。这下你终于意识到了吗？是你自己将自己给孤立了。九美彻底崩溃了，她现在只想真理亚去死，并笃定他的白马王子钢骨同学会马上送真理亚和他儿子同见面。而且两人都会死得很惨。面对这些恶毒咒骂，真理亚没有生气，反而只有感谢。毕竟你不坏得这么彻底，我可下不去手杀你了呢。话音刚落，蜡烛点燃了绳子，九美绝望地坠进了井里。没想到在井中心的位置还铺满了粘稠的蜂蜜。真理亚有些叹气，如果直接摔晕过去多好啊！你本来可以毫无痛处地面对接下来的惩罚，而眼下等待九美的是各种各样仅凭本能意识行动的毒虫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九美才带着忏悔说道：“对不起，我知道错了。可是这一切都太迟了。这或许是男人才能读懂，也只有男人才会同情的角色。小偷只是当着男人的面毁掉了一张不起眼的全家福，那一满屏幕的愤怒瞬间爆发，但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小偷趁男人的注意力在全家福上，第一拳砸碎眼镜，第二拳砸断鼻梁，第三拳鲜血直流。可小偷怎么也想不到，男人就像杀不死的小强，竟会为了一张照片想要和自己拼命。但其实如果他连最后的照片也守护不住，他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原本他有个所有人都羡慕的幸福家庭，结果只是偶然一次对家庭的疏忽，却换来了家破人亡的天崩开局。可笑的是，儿子死于自杀而非霸凌已被上级盖棺定论，而身为小警察的自己却无能为力。本来以为儿子社交软件上的讨厌话语就只会将自己卷入虐待孩子的风波，从此无法在仕途上有所成就而已。但没想心爱的妻子也在隔天递来了离婚协议书。可此时情绪快要崩溃的第一郎殊不知，其实妻子已经在儿子的日记本上找到了证据，但不想让犯人逍遥法外，也不想心爱的丈夫牵涉其中。真理她只想独自一人踏上这条罪恶的复仇不归路，毕竟要是出现了意外，惩罚她一个人就好了。就这样2年间的浑浑噩噩，失去妻儿的第一郎已然成了麻木的工作机器。好不容易碰上了儿子同学的遇害事件，找回了以往探案的激情，以为这是对自己的救赎，可没想又再次被上级拒绝插手案件的调查。但这一次他没有选择妥协，而是打算勇敢一点，哪怕代价是要被革职，他也想要追查幕后的真相。来到学校，预料之内都没问到有用情报，反而是班主任满满的忏悔引起了第一郎的注意。他明明知道九美同学出事前情况不对劲，要是当时能去积极沟通，也许事态就不会恶化。可世上没有后悔药，逝去的事已无法挽回。听着第一郎的安慰，班主任先是一惊，随后也接上话：痛苦也好，悔恨也罢，只能老老实实受着，并要为此一直承受煎熬。没想到班主任竟也知道这段话的下半句，助手不禁好奇地询问是谁教他的。班主任直言不讳，说是新来的保健室教师明星老师。话音刚落，第一郎略显震撼，要知道妻子真理的姓氏也是明星，可下一秒第一郎又否定了自己，毕竟姓明星的少说也有上千人，可能也是自己多虑了。但出于好奇，他还是想见识一下这位明星老师。然而今天不巧是真理亚的休假日，他并不在保健室。班主任还很客气地询问警部要不要叫老师过来，可也是一句不必了，让两人完美错过一次重逢的机会。而真理亚在哪里呢？倒上一包麦片，再从空荡荡的冰箱里取出唯一一瓶牛奶，搅拌均匀分成2碗，那便是这一天的简单早餐。至于为什么要分2碗，因为儿子童也需要。这是真理亚2年间虽然过得拮据，但唯一感到幸福的时刻。
早餐结束后，真理亚毫无表情地处理掉昨天的垃圾，这样一来，现在就还只剩下3个人了。但考虑到暑假期间无法预判学生的行动轨迹，在新学期来临前，真理亚还是打算先按兵不动。或许自己的动作已经让霸凌小队的其他3人开始警惕，但这也还算在自己的计划之内。首先解决生性胆小的一和九美，为的就是这时候避免他们一旦警惕就逃离这里。至于那剩下的3人，他们是绝对不会逃的，反而会在钢骨的指导下开始反击，而警方那边应该也开始正式行动了。一切都在计划之内，有能耐就来找我吧。果不其然，在另一边，霸凌小队在钢骨的带领下开始追查蛛丝马迹，可哪怕是强往脚上系上钉子，再怎么动用酷刑，也还是没能从混混口中撬出半句有用的信息。毕竟他真的不知道范岛去了哪里，更加不知道九美的下落。这时拷问无果的强莫名陷入伤感回忆，虽然那家伙在幼儿园时就蠢得可笑，连放图钉进讨厌女生的鞋子都会被立马抓到，但就算蠢到没药可救，他也是我的朋友啊。眼看强失去理智一样，将带钉子的鞋顶住混混的脖子，钢骨突然出现，并一脸笑意地询问强要不要吃点西西冰。开什么玩笑？强毫不犹豫地拍掉钢骨手上的西西冰，这可不是什么过家家，我们的朋友可都是被杀了。钢骨依然从容，只是表示如果一时冲动杀了他能让你解气，那就动手吧。只是那样一来，你就赶不上复仇了。最终理智打倒了冲动，强像个小孩一样擦干眼泪，钢骨则将西西冰掰开2半，像哄小孩一样塞进强嘴里。这场闹剧也才算告一段落。通过此事，钢骨也想明白了一个事情，没必要执着追寻那个叫范岛的混混。虽然范岛和九美有联系，但范岛和一并不存在关联。那么同时让一和九美消失的人，显然和范岛这个答案相差很远。至于想要杀死一和九美，以及还要杀他们3人泄恨的，钢骨的心中已经有了可能的答案，那或许是他们2年前害死的他的父母。画面一转，真理亚正站在一个阴暗的角落，梳理着掌握的线索以及可能出现危险的节点，而情况并不乐观，那就是范岛，唯一可能让他暴露的关键人物。至于当时绑架范岛时，为什么没有趁机杀掉他以绝后患，真理亚也很下心过，但内心深处的童却告诉自己，范岛并没有伤害过儿子，于是真理亚放走了他，但同时也让自己留下了弱点。或许霸凌小队或者警方已经将解题的线索放在了范岛身上，虽然从放走范岛至今1周后，没有收到对方回家的消息，对自己来说还算安全，但保不准这个雷迟早会被挖出来。不行，他必须要在其他人找到范岛前揪出这家伙。真理亚第一站去的便是范岛以前爱待的夜店，结果一上来就因为打扮得过于时髦，被俩臭小子缠上。真理亚自然懒得搭理，一句没空外加傲视一切的冷漠眼神，直接让2人吓破了胆，纷纷跪倒在地，给真理亚让路。这时背后突然伸出一个手搭住肩膀，真理亚还以为这些臭小子没完没了，可转身却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学生强。按理说温柔娴熟的老师怎么可能逛夜店？真理亚也不禁反驳，这本来就是大人玩的地方，学生更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才对。暂且不提这些，强很是怀疑当时体操服的闹剧之后，九美再也没有出现过，而真理亚老师是最后一个和九美谈话的。直觉告诉他，九美的消失与真理亚的谈话脱不了干系，便直言不讳地询问真理亚当天说了什么。此刻真理亚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如果只是凭直觉发言，那保不准消除不了对方的怀疑。其次就是要是当时九美回去就给强发过消息，表态过自己曾经被真理亚老师气过，那么他说谎言反而会引起强更大的怀疑，选择保持沉默肯定也会让对方浮想联翩，那也行不通。既然如此，也只剩下最后一种方法了。下一秒只见真理亚哭了起来，将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如果当时能好好劝导九美同学，让她和同学们重归于好，那就不会发生现在的悲剧了。见真理亚十分自责，强瞬间变得过意不去，请求老师的原谅。其实他也只是不想放过一丝关于九美同学的线索而已。看见强已经放下戒心，那么真理亚可要演戏演全套了，毕竟不主动出击反而会被怀疑。既然在这里提到了九美同学，那么是不是这里有找到她的线索？身为老师是有责任关心学生的，拜托你让我也一起帮忙吧。也就在2人纠缠之际，强嘴里吐出的2个字瞬间吓坏了真理亚。等转身一看，那熟悉的非主流发型映入眼帘，那不是范岛吗？没来得及说话，强就纵身起跳，双脚一蹬，直接给对方坐在地上。但没想揪起头发一看，这哪里是范岛啊？强有被这同款发型的家伙气到，不由分说就要抡拳开揍。真理亚想要劝阻，反而被这有蛮牛力气的强直接甩飞到地上去。随后强一边揍人一边哭，因为一和九美他们已经被杀害了，所以他只能杀掉犯人来替他们报仇。看着眼前这为朋友插别人2刀的强，真理亚顿时有些无语。毕竟在儿子日记的强是一个见人不爽就揍，见人有好玩的玩具就抢的家伙，如果不服气，那就再踹2脚。虽然自己不玩游戏机，但朋友喜欢，那他就抢走童的，还揍到童不敢还手。这哪里是什么重情重义，分明是恃强凌弱的掠夺。而真理亚刚刚也只是被强甩了一下，就紧张的不行，根本想象不到对方尽全力揍儿子的画面。这时夜店老板想来管事，毋庸置疑被一脚踹飞，随后一顿暴揍。谁能想到这还只是个高中生，却把一众大人都揍得无力反抗。突然身后一句我是警察，让躁动的夜店回归了短暂的安静。强拔腿就逃，真理亚却呆呆愣在原地，因为这个声音太熟悉了，是丈夫第一郎。可帅不过3秒，第一郎就被闹事的混混们绊倒。毕竟这里灯光暗淡，人多口杂，他们就不怕被抓到。最后被强幸运逃脱。而第一郎一开始注意到瘫坐在地上的女人，好像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见了踪影。不管怎样，他们应该是找到范岛了，但眼前的非主流根本不是呀。回到家中，真理亚根本想不通，为什么丈夫会出现在那个地方。想到范岛是这家夜店的常客，那么丈夫的出现想必并非偶然，也就是说
你是来妨碍我的吧？第二天早上，真理亚依旧沉浸在昨晚的遭遇上，可这时电视机上的新闻频道却传来不可思议的声音。今天一早，有人在山里发现一具男性遗体，经过警方调查判定，死者的身份是25岁的饭岛情人。针对该案件，警方将即刻开始调查。另一边，第一郎发现，虽然通过监控调查可以初步判断饭岛的遇害时间是1周前的晚上9点后，但其他一概有用的画面却没被记录到。按照镇上的监控分布，没理由会出现这种结果。唯一的解释便是有人刻意躲开监控实施不法行为，而且在久美同学失踪后，紧接着就是饭岛的死亡，想必这两个案子有一定的关联。但现在麻烦的是，在饭岛家中搜出无数犯罪记录，由于嫌疑人太多，无法在短时间内破案。目前也只能从饭岛晚9点之前在镇子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开始调查。与此同时的另一边，真理亚大脑上的思考也没停止过。当时拷问久美的时候，饭岛还有回信，显然饭岛不是自己杀的。想起强之前苦寻饭岛的悲伤表情，也断然不是霸凌小队动的手。虽说饭岛也有其他敌对混混可能被那些人杀害，但死在这个时候肯定没有那么简单。想到这，真理亚有个恐怖的猜想，那一次和饭岛的混混小队搏斗，他也一直提防着有监控的地方，不可能出现纰漏。难不成凶手当时就在现场，并在之后谋害了饭岛吗？而且凶手知道自己做过的事吗？但是到如今他已经无法回头了，所以镜子对面那个软弱的自己，给我滚开吧。同时刻霸凌小队的那一边，虽然饭岛总算是出现了，但直觉敏锐的钢骨知道，那大概率不是杀死义和久美的凶手干的。毕竟找到饭岛尸体时，那手段太低劣，草率的埋在车道附近，显然就是一个菜鸟干的。至于义和久美，那可是连骨头都没有找到的。虽然猜测到凶手不是同一人，但说到底他们该如何应对呢？对于胖子的疑问，钢骨的思维显然没陷入停滞。如果这次案子不是共犯，那么之前杀死义和久美的凶手肯定也会疑惑杀死饭岛的人到底是谁。或许对他们来说，这第二个凶手的出现能帮助他们彻底确认第一个凶手的真实身份。另一边，真理亚经过无数的头脑风暴，离真相越来越近。因为饭岛的死亡，目前场上最大的获益者就是自己。很难说饭岛的死与自己的复仇毫无关联，或许凶手知晓自己与饭岛的关系，出于某些原因，想要隐瞒身份的同时，还想要帮助我，从而杀死了饭岛。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突然，门口的敲门声打断了真理亚的思绪，转头一看，竟发现是一脸疲惫的八岛同学。出于关心，真理亚询问对方要不要回家休息一下，可有些话八岛憋了一晚上，他必须告诉真理亚老师才能心安。也就是一同学失踪的那天，其实他在现场。话音刚落，真理亚的脑里已经浮想联翩，如果当时自己抓走义的画面被八岛看见，于是顺藤摸瓜目睹了后面的一切，那他真有可能是那个凶手。只是八岛后面的话语瞬间让真理亚无语住了，原来只是八岛害怕染上嫌疑，不敢向警方透露关于义的事情，所以最近总是不安。真理亚见状，便再度成为了安抚八岛的那个人。没事的，都过去了，那些发生的不愉快记忆就当做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吧。八岛怎么都没想到，为什么真理亚老师要对他这么温柔？明明已经知道自己就是那个偷东西被抓到把柄的坏小孩，却还是那么信任自己，安慰自己。但其实他知道自己挺坏的，直到现在他都还抱着有希望那个霸凌他的义永远不再出现的恶毒想法。看着怀里忏悔得以心安的八岛，真理亚的内心还是不免有些触动。明明他遭受了那样非人的霸凌，竟然没有走上歪路吗？可突然间想起与八岛一样的被霸凌者，真理亚一下子就知道了那个凶手是谁。画面一转，在一家游乐场的便利店里，因为男人在接电话，没注意到店员询问要不要给会员卡加积分，于是在结束电话后直接凑近和店员理论，可下一秒却被美工刀划破了脖子。但其实这只是店员的内心预演，被男人臭骂一顿，他还是只敢唯唯诺诺的道歉。很显然，这位现实里唯唯诺诺，内心里充满邪恶的店员，那便是真理亚要找的凶手了。说起来，在第1集的时候他就已经出场，同也是在拯救被霸凌的汤田同学之后，从此就被5个恶魔盯上，到最后被霸凌折磨直到失去生命。而汤田呢，被童拯救之后就辍学打工了，直到真理亚在学校的监控画面上看到还穿着校服跟踪自己的汤田，真理亚猜测中的凶手就已经被实锤。只是真理亚不解，为什么汤田要冒险杀掉饭岛？可听到这的汤田反而露出了病态的骄傲，因为一直以来他都在逃避，被欺负不敢多说，所有的情绪都自我消化，直到那副温柔的笑容彻底拯救了他。童并没有因为代替汤田成为钢骨他们霸凌的玩具而心生憎恨，反而与心生胆怯甚至劝童也逃走的汤田不同，童更是下定了决心要和邪恶势力斗争到底，哪怕这过程中会遭受多少困难，他都要将这遭受的霸凌记录在案。因为童相信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毕竟他可是立志要当刑警的，所以这一切都不要紧的。可最后童死了，而失去精神支柱的汤田选择当了逃兵。面对铺天盖地的关于童被家暴自杀的虚假舆论，作为好朋友的他甚至没有做出一丝反抗的措施，在遇到钢骨的威胁后，更是直接选择辍学逃避这一切。事后又多次想要结束自己这懦弱的生命，可最后还是没有狠下心。凭什么那群恶魔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自由玩耍，自己偏偏要遭受这一切苦难后选择隐忍？精神的折磨，内心的不甘，最终汤田还是迈向了黑化。他先是在青蛙身上做了大量的解剖练习，随后将第一个目标看向了义。他的想法也很简单，先是扎烂义的眼睛，然后割断他的咽喉，让他无法呼救，接着再剖开他的肚子，拉出他的肠子，再塞进他嘴里。可计划赶不上变化，看见八岛同学正被义霸凌时，他还是没有勇气下手，直到在转角处他看见了真理亚。在目睹真理亚杀掉义后，那一刻真理亚在他眼里
就宛若神明一般。也是从此刻开始，汤田觉得自己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他偷偷跟踪真理亚，趁真理亚不在家的时候，打开了那扇门，发现了所有真相，就仿佛是命运一般。童的笑容再次出现了，所以对汤田来说，这称之为天命都不为过。从那天起就死心塌地的要追随真理亚，可真理亚简直本领通天，完全没有汤田可以表现的机会。直到那一天，真理亚没能狠下心杀掉范岛，这样一来真理亚就会陷入被动。于是汤田知道神赋予他的使命可以执行了，趁着范岛不注意，汤田抡起铁锤，模仿心中的神一样，使用最大的力气朝着范岛的要害挥动。可没想范岛突然蹲下系鞋带躲过了一切，等再起身时就成了大眼瞪小眼的尴尬局面。但此时汤田的冲动已经战胜了理智，挥舞铁锤就是一顿输出。虽然过程没有造成一点伤害，但范岛一惊慌一脚滑，直接从10米高的楼梯滚了下去。意料之外，范岛摔死了，而这就是我杀他的过程。真理亚女士，请利用我来实现您的复仇计划吧，这也是我对童的赎罪。可真理亚听完却意外的黑着脸，从兜里缓缓掏出了手机，并播放了刚才的录音。你的发言我记下了，外加上你掉在椅子上的头发，我完全可以把一切罪行推到你的头上。下车吧。还不等汤田反应过来，就被强制请出去车外。真理亚千算万算没算到，最终还是暴露了。如果当时能痛下杀手的话，就不会把儿子冒死救下来的孩子又搭进去这个炼狱了。透过后视镜望去，悲剧的汤田反而还露出了一副瘆人的表情。看来汤田的决心出乎真理亚预料的还要坚定。画面一转，来到童曾经的家，强趁着夜黑风高熟练的凿开玻璃潜入客厅。房间内除了脏乱就是难闻，看来这日子过得真颓废啊。之所以强要来到这里，只是听从了钢骨的建议，毕竟也不确定要杀他们的凶手是不是童的父母。趁着夏日季警察们都很忙，那个时候倒是可以潜入并找到证据。事后钢骨也很贴心提示这只是猜测，没必要冒风险去验证，可这反而激起了强的好胜心，我就算出事被抓了也不会连累你们的。钢骨笑了，默许强参与这次危险的行动。在房间内，强也找到了一些线索，确认了童父母离婚的事情是真的。接下来只要找到他爸爸行凶的证据，到时候就可以为朋友们报仇了。可强殊不知，他潜入童家中的画面已经被汤田拍下，并把照片发送到了保健室的咨询邮箱上。这样一来，真理亚就能看见吧。汤田发誓，他一定会向真理亚证明自己的价值的。可这时，又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第一郎竟半途赶回家里换衣服。汤田见状大事不妙，如果强要是提前被抓，那么接下来的复仇计划可就泡汤了，所以他不能让这两个人碰面。于是汤田用石子砸碎玻璃，引起第一郎的注意，同时也提醒强有人回来了。第一郎也见惯不惯，毕竟街坊邻居至今都认为是他将儿子家暴死的，所以被人砸玻璃泄恨也在情理之中。好险没被发现，但强有些不解，是谁在帮他？难道是巧合吗？但目前还是搜集证据要紧。可正等他再次进入客厅，第一郎就迎面走来，毕竟被石子砸碎的玻璃可不是这个样子的。眼看事情败露，强要逃走就只能一战，可没想刘警官身手了得，几下就撂倒了强。现在我要以抢劫罪逮捕你，别想着逃跑。警车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慌乱之际，强环视周围，想要找到一把趁手的武器，可没想随手抓起玻璃相框的全家福，顿时让第一郎提心吊胆。难道这是这家伙的弱点吗？于是强毫不犹豫地捏碎相框，这瞬间让第一郎失去了理智，注意力全放在相框之上。结果很不幸，中计的第一郎被趁机揍碎了眼镜，攻守之势反转，第一郎一下子就被单方面的暴揍，眼看他都被揍晕了过去，却还紧紧攥着那张相片。当强想要夺走他时，第一郎怒目圆睁，破口大骂：拿开你的脏手！接着拼尽剩下的力气给强一记头锤。强顿时觉得眼前的男人疯了，为了一张照片玩什么命？考虑到警车随时会到，不能和对方硬碰硬，于是强只好跳窗逃跑。没想还身手了得，不仅躲开第一郎最后一击的石子，还无伤滚落在地面。而起身的第一眼，他就注意到了远处的汤田。这下糟糕了，他能往派出所跑吗？但一想起范岛的死与自己有关，他瞬间打消了念头，这下死定了。可跑着跑着，他突然发现身后的墙不见了，难道对方临时改变主意了吗？管不了这么多，汤田快速离开这片区域，并找到自动贩卖机买瓶水缓一下。可刚喝上一口，强像鬼一样从身后冒了出来。汤田下意识去反抗，可哪里敌得过连大人都不敢惹的强？下一秒直接被踹飞到一边的墙上。话说你谁啊？就问你个问题而已，动什么手？听到强的话，汤田满眼震惊。明明对方曾经将自己霸凌得遍体鳞伤，自己对这些人的憎恨刻骨铭心，他居然还能这么心安理得的不记得我是谁。此刻汤田除了无比愤怒，还有无限恐惧，因为强改变了主意就要杀人灭口。陷入绝望的汤田只能拖着瘫软的腿尽力往前爬，他多希望有人能救他。危急时刻，只见远处的白光越来越亮，是真理亚女士。此刻那道闯入黑夜的光驱散了黑暗，也拯救了汤田。他果然宛如神明一般。随后画面一转，当强从昏迷中醒来时，已经被捆绑，身上还画满了得分靶子，就如当初他在童身上画的一样。强当时用钉子踹人得分，如今呢，真理亚要用什么手段得分？下一秒，只见真理亚提着一把十字弩缓缓走来，嘴上并说着：猎杀时刻到了。这是我看过最无情也最解恨的一集，只因儿子被霸凌小队逼迫跳楼，随后又被路过的货车碾压死去。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妈妈彻底崩溃，一度对生命绝望，甚至没了活下去的勇气。直到在遗物里发现儿子被霸凌的日记，让恶魔们伪造儿子自杀骗局的真相浮出水面，母亲真理亚再也压抑不住复仇的冲动。那些借法律保护逃脱的恶魔，此刻也终于迎来了。
来自圣母的审判。那么狩猎开始了，鬼怒穿墙，只见真理亚提着一把十字弩缓缓走来。对于曾经在儿子身上画得分靶子，再用带钉子的鞋踹人玩游戏的强，真理亚便也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可正想给强说明游戏规则，他直接抬腿开始了反抗。然而他似乎还没留意到，刚才被真理亚开车撞飞时，脚上还留有伤口，下一秒无法支撑身体直接倒地。死到临头的强不想死的不明不白。他好奇真理亚为什么要杀了一盒九美，真理亚也懒得说话，掏出手机播放关于儿子童被霸凌的视频。强才明白，原来钢骨的猜测没有错，找他们复仇的果然是童的父母。可就是没想到，真理亚竟会隐姓埋名2年并潜入学校，成了他们的老师。可就是为这点破事杀了我的同伴吗？我们只不过是教训多管闲事的童，而那傻逼居然当着我们的面跑去跳楼，恰好被货车撞死了而已。你知道他的死给我们带来多大麻烦吗？他妈妈竟还来雪上加霜。强话还没说完，一支弩箭就已经贯穿了他的臭嘴。真理亚可懒得管强怎么想，至于他要复仇的决心可不会动摇。接下来真理亚要介绍游戏规则，管你爱听不听。如果能在烟火大会结束之前逃脱猎杀，那就算强赢了。反正那时没了烟花的照明，真理亚也找不到对方。那么游戏开始，强直接一个箭步就弹射起跑，心里除了一顿暗骂，还有侥幸肮脏的想法。如果能躲进森林，就能伪装成逃跑，反而出其不意反击，随后便可以在真理亚的身体上报复回去。看好了伙伴们，老子会替你们报仇的。但真理亚早就看穿了一切，那些小聪明就留着下辈子用吧。反而你敢这么轻贱我的儿子，我绝对不会让你轻松死去。另一边强在逃跑途中，心一狠直接咬断了弩箭，并借用弩箭的锋利划破了捆绑双手的胶带。但真理亚丝毫不给机会，也追了上来，只是天太黑看不清强躲的位置。强本以为以高打低是最佳时机，却不料真理亚反应神速，一转身并将弩对准了还在半空下坠的强，眼看无法躲闪，强尽力歪头让弩箭贯穿耳朵减少伤害。但还没等他缓一口气，真理亚又上好了膛，轰的一声，强以为要完蛋，但真理亚却是只动嘴不动手，他还不能让强这么容易死去。加上今晚时间还很长，于是打算再给强一次机会，希望强下次能多动一下脑子。很快强在扯断耳朵上的箭后，头也不回的开始逃跑。然而又惊又喜的是，眼前竟出现了以前来过的废弃公寓，那可是他和童玩游戏的地方。但不管怎样，起码是个自己熟悉的地图，这下子也终于可以让真理亚尝尝被狩猎的滋味了。与此同时的另一边，钢骨在半个小时都没收到强的回信后，也确认了强可能被抓。听到这的胖子瞬间生气，强这家伙怎么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但钢骨表现的却依然从容，他已经找人确认过，强不是被警察抓的，这对他们来说可是好机会。毕竟这样一来，他在每个人手机里装的 GPS 应用就能派上用场了。走吧，跟上 GPS 定位，或许还能救强一命。下一秒，钢骨已经出现在管家开来的奔驰车上。胖子除了感叹钢骨家里有钱，还有个疑问不知当讲不讲，那便是你真的有把我们当成朋友看吗？为什么朋友可能会死的情况下，你还是能露出一副很享受的表情？但钢骨却浑然不知，自从童死后，他还沉浸在做一些多余的事情，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没有一丝想要融入的感觉，反而在一提起童的话题时，才表露出为数不多的情绪。话说回来，只有在童还活着的时候，钢骨似乎才是最享受的。所以童对钢骨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呢？面对胖子的不解与提问，瞬间将钢骨拉回了曾对童霸凌的那段美好时光。他突然就露出诡异的笑容，并回答胖子的问题：是敌人吧？接下来他也不想被胖子盘问一些奇怪的话题，毕竟现在最重要的是强的安危，况且他们要面临的对手很阴暗，总是挑落单的家伙一个一个动手。不过钢骨有预感，这次强或许还能有点表现，不至于这么快被对方杀害，这样一来他们还有拯救强的机会呢。画面一转，本以为找回主场的强开始四处溜达，毕竟他以前和童在这玩过30分钟的鬼抓人游戏，对这里了如指掌，以前就能在这里欺负过他儿子，现在妈妈来了也不管用。于是强一边大喊说着粗言秽语，一边踹门试图让真理亚暴露位置，但刚一出脚踹门，下一秒就被爆炸的余波掀飞，从2楼摔到1楼的楼梯转角。然而他不仅奇迹般的活着，还在真理亚从门后探头试探时，甚至能活蹦乱跳开始躲避。既然演都不带演的，那真理亚也没必要留手了，况且作为猎人，他还没玩尽兴呢。先是一剑贯穿强的右肩，接着吸引仇恨，将这头怪物引到一扇门前。真理亚顺利的拉下机关，那藏在门后的6把大弩6箭齐发，强的所有关节无一幸免，甚至连左眼也被弩箭贯穿。而且不妙的是，这些弩箭不只有表面的物理伤害，弩箭身后挂着的长长铜线，似乎说明着还有一波强电流输出。眼看大事不妙，如果未能及时扯断弩箭，那么就要被烤得外焦里嫩。可关节处的弩箭好处理，但左眼的弩箭呢？没时间思考，强果断舍弃眼镜，视野也开始变得模糊，仿佛能看见的也只剩下一个恶魔。但真理亚的报复远不止如此，他要让强也亲自体会那发泄在儿子身上，那以自我为中心蛮横无理的，没有爱仅仅是在玩弄他人的名为恐怖的暴力。看着真理亚毫无表情地提起电锯横在眼前，强第一次感受到那既熟悉而又无比恐惧的感觉。对了，那是钢骨，仿佛都是来自地狱的恶魔，但不同的是，一个是天生为魔，一个是自甘成魔。说起钢骨与强，在两人还没认识之前，强还想过要揍与他擦肩而过的钢骨，却被柔道部的大门老师揪起。
并当着学生们温柔说着要带强去生活指导室接受良好教育。可周围没人盯着后，大门老师直接将强拖到角落暴揍。要是以前他们那个时代，教育不良学生体罚可是家常便饭。老师我啊，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挨老师和学长的揍忍耐过来的。现如今还规定打人要被处分，开什么玩笑？以前弱小时被打，现在长大后发现不能打人，难道就该是我那一代人忍耐受苦吗？可今天好了，发现你这个想要霸凌别人的小坏蛋，我也能心安理得的揍你了呢。于是被一顿羞辱和暴揍后，强痛哭流涕，并发誓了要杀了大门老师。好巧不巧，钢骨目睹刚才的一切，他笑着询问强要不要复仇。一开始强不信，甚至要动手打人。可直到他如约来到生活指导室后，发现大门老师不仅光着屁股跪在地上，还任凭被钢骨羞辱。虽然强不知道其中原因，但能让他这样去羞辱报复仇人。此后便对钢骨服服帖帖，而大门老师以为这样就算结束。可恶魔的游戏还没开始完呢，因为身份特殊，钢骨手里有些关于大门老师的特殊情报。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在上小学，但却还是对小学生施暴，并且在外面偷拍女生的私密照片。所以为了今后不再增加受害者，你就去先拍一张女儿的果照吧，做不到就告发你。比起你被抓了就会失去工作和家庭，选择拍一张照片更加划算吧。尽管此时大门老师在求饶，试图以金钱买个教训，但钢骨本就不缺钱，他只想玩一下这个游戏。于是让强想不到的是，大门老师在第二天自杀了。社团的学长们都为失去这么一个温柔的老师而感到伤心难过。可知道真相的强只觉得毛骨悚然，面对钢骨的邀请，甚至不知道作何抉择，但还是懒得去想了。比起对恶魔敬而远之，成为恶魔的朋友，那他对我来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但这一点，强发现真理亚老师和钢骨非常像。如果对方也是不可战胜的恶魔，那我根本没有胜算啊，因为人类不可能战胜神明的。此刻强像极了惊慌逃窜的小强，真理亚此时也才露出满意的笑容。就是要你跑我追，游戏才好玩吗？在下一秒，强先是被割断左脚跟腱，让他失去逃走的能力，接着又是迎接最残忍的断子绝孙剧。身体素质强如怪物的强在这一句后，反抗的念头荡然无存，剩下的也只有哭喊求饶，哪怕一辈子当牛做马也任劳任怨。但杀疯了的真理亚早已没了怜悯，毕竟当时儿子也是这么求你们的吧？可你们最后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无话可谈，无罪可饶。伴随着夏日祭最后一道烟花绽放，真理亚抬起了象征审判恶魔的电锯，对强发出最后提问，对没有抵抗能力的人实施暴力，畜生不如枉为人，这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明明我学着你们在审判的时候试着笑，但并没有从中感到一丝快乐，可你们却会笑，在有限的时间里不断的一边笑一边欺负他。在你死之前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但强想要说话，可是已经没了一丝力气。或许原因就是一个能被随意欺负的奴隶没有一点意思啊，而懂得反抗的奴隶那玩起来才好玩。虽然老师你说我枉为人，但你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事实上还是很开心吧。渐渐的强彻底失明，陷入黑暗，甚至听不到了自己的声音，自以为是坚持到花火大会结束，成了游戏的胜利者，给伙伴报了仇。但真理亚微弱声音的提问还是打破了他的幻想，为什么一边欺负人一边笑？为什么害怕吗？因为害怕。最后仅存的一丝力气，强已经放弃求饶，而是希望钢骨还能救他。但此时的钢骨呢？明明早就跟着 GPS 定位而来，可最后还是没能抵达这里，因为真理亚早就将强的手机丢进了臭水沟里。或许他们已经迷失方向了吧。然而万万没想到，钢骨却是在中途放弃了救援行动。他们在路过童家里的时候听到了一些消息，虽然得知父亲第一郎已经受伤倒下，绑走强的凶手更加可能是童的母亲，但要是没有帮凶的情况下，强1对1的情况下应该是不会输的。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过去要应付的不止一人，而且说不定有陷阱。为了自己的安全，钢骨选择保守一点，毕竟他也大概猜到那个帮凶是谁，能这么帮助童与他们殊死一搏的外人，估计也只有他们以前欺负的汤田。毕竟他们俩以前可是共患难的兄弟啊。虽然不愿意承认那胆小如鼠的家伙敢杀人，但只是协助的话，说不定真干得出来。胖子本来以为钢骨要直接打电话给汤田确认，可没想钢骨的招式更加阴险，他要去汤田家里，让汤田的妈妈打电话询问。因为以前霸凌汤田后，他就时不时的靠近汤田妈妈聊天，让对方误以为是儿子的好同学，方便了解汤田是不是会打钢骨的小报告。时至今日，钢骨还保留有汤田妈妈的联系，恰好昨天得知喜欢家里蹲的汤田最近喜欢外出，于是才将最近发生的事联想到了一块，便恐吓汤田妈妈，说他儿子可能结识了一些狐朋狗友。而钢骨则和胖子在一旁听着汤田与妈妈的对话。不巧的是，真理亚在解决一切后，与汤田正待在车上。当得知钢骨就在妈妈身边后，汤田第一时间按下静音，脑里想着妈妈要遇害了，可他已经无法回头了。心急如焚之下，他大喊着真理亚大人救命。可真理亚又不是神明，但钢骨也一样不是，所以还是有机会的。接下来就教你怎么与他博弈，打好这场保卫战。因为钢骨目前还只是处于怀疑阶段，唯一的优点是有人质，但只要不被这个把柄拿捏情绪，顺其自然的回答一些合理事件，那瞒天过海也手拿把掐。至于为什么家里蹲突然离开家，那就是在挑战周游日本。至于现在和谁待在一起，那就是一些和自己一样社恐而且被霸凌被偷拍过的朋友，他们不愿意出镜，也不愿意跟陌生人说话，这就很容易推脱钢骨所要证明材料的环节。为了不让妈妈担心，汤田还出乎真理亚的计划，说会定时联系报平安的。
妈妈不用担心，但曾经也是这样，童想要保护父母，不让他们牵挂，一个人吃尽了苦头，最后落得悲惨境地，选择走上复仇道路的真理亚，在此刻回想起强的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和那个恶魔挺像的，只不过这场博弈他更胜一筹。钢骨吃瘪后也告辞离开了汤田家，毕竟要是再深究下去，很可能会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到时候就不免要动粗除掉他了。可汤田真是帮凶的话，凶手直接除掉汤田，那警方追查起来，他们肯定先逃不掉。胖子不可置信，所以说钢骨同学你输了，确实输了，输在利用汤田母亲控制汤田这件事上。但为了最终的胜利，这次只能先让凶手一局。可事后钢骨越想越不对劲，刚才汤田回答时说话的话术与句式，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应该像是童说过的。考虑到言语的习惯还是会遗传的，难道刚才藏在背后真正跟他们博弈的是童的母亲吗？那么就先去找到她吧。与此同时的另一边，真理亚开着车把汤田带到了自己的住所，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就拜托汤田乖乖待在这里。为了不让汤田闲着没事，真理亚鼓励汤田要想真帮忙，那就努力成为一名黑客吧。先是通关这个合法的黑客模拟器游戏，然后去报考信息安全管理考试，接着 CCNA 和 CEH 的考试，以及注册信息安全专家考试。能拿到这4个证书就同意你入伙。虽然真理亚说的这些让汤田激情澎湃，但实际却是不想让汤田多管闲事，毕竟他总是帮到忙。更何况汤田自从遭受霸凌以来一直在自我否定，即便让他禁足，长此以往恐怕他会有失控的风险。目前给他定个目标，能限制他行动的同时，或许还能重新树立他的信心。真理亚仔细一想，尽管汤田总喜欢帮到忙，但性情却相当的耿直，有点像你啊第一郎。真理亚看着采访里的录像，看着第一郎受伤晕倒却还握着一张相片，似乎也知道了事情的发展经过。如果我当时告诉你真相，小童他其实是被霸凌后被车碾压死去的，你会帮我一起对付那些罪犯吗？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审判他们了。但突然一想到最后2人都死去的画面，真理亚惊恐地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可以，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我们都死了，那还有谁给小童守墓啊？背负罪名的只有我一个就足够了，因为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所以还请您好好活下去吧，第一郎。第二天一早，第一郎惊恐地瞪大了眼，好似做了噩梦。在他起身后，看见一个奇怪的人过来探望，但手捧鲜花遮着脸搞怪的。第一郎能想到的也只有他那个上司。搜查一科的李二警部还是和以前一样，确保第一郎了解到情报程度后，又再次拒绝第一郎参与案件的调查。只是第一郎还是忍不住好奇，为什么下落不明的3人都是与他儿子童相关的同学？他不禁联想起2年前儿子童自杀未遂被车撞死的案件。当时由于自己正处于虐待儿子导致其有自杀倾向的风波中，不允许调查案件，只能收到事后报告。而当时负责我儿子案件调查的正是你，地城李二。虽然到现在我都认为儿子的死与我难脱其咎，但不管怎样，这次3个学生的失踪虽然谜点重重，但唯一能将他们串起来的节点，为什么会出现我的儿子呢？请问你有没有隐瞒我什么？话音刚落，李二紧张地抓起一撮花，不屑回复第一郎。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挑唆你儿子自杀，警方还包庇他们吗？就凭一群学生还值得警方包庇什么？真是可悲啊！想不到你竟魔怔到需要靠阴谋论去探案了。识相点就主动辞职吧，你不适合干这个工作。很快李二又去见了艺人，虽然附近没有拍到强的监控画面，但第一郎已经锁定当时的小偷就是强，还推测出与2年前的案件相关。他略显慌张的听取眼前的女局长的建议，要怎么处理第一郎的问题呢？可他完全不担心，而是又交给李二一个任务，根据 GPS 定位去找到强的手机。随后一脸妩媚的劝说李二，日本之所以能和平，都归功于市民对警察的畏惧，他们不敢对我们恶意相向，可一旦警察失去了威信，那么和平也就会消亡。但现在我们警部却被一帮中学混混给糊弄了，这种糗事要是被外界知道，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不过看你已经下定决心要为和平承担骂名，我会好好奖励你这份决心的。你知道我对你的期待很沉重吗？李二瞬间老脸一红，发誓一定不会辜负期待。想必大家也已经知道这种训狗的话术在哪里见过，毕竟言语的习惯还是会遗传的。在女局长的耳机一边，钢骨也听着这训狗的过程，他不禁夸赞妈妈钢骨静香，把儿子他提供的台词都背下来了呢，真是好妈妈呀。男孩故意将竹签捅进妈妈的胸口，可非但没被责罚，反而是妈妈跪在地上感谢儿子恩赐的水果点心。一旁的丈夫这时但凡有些怨言，也会被妻子拉出去单独开会，打是亲骂是爱，在这一家子的教育理念里完全不存在。对待儿子，他们更多的是像跪拜在皇帝脚下的臣子一样，绝对的服从。也许这份溺爱发生在普通家庭里，只会诞生一位骄横自大的狂徒，自有天收。但偏偏这份溺爱发生在一个权贵家庭里，丈夫是隶属警方的精神科医生，妻子更是县城里的警察局长，那这无疑是培养恶魔的肥沃土壤。干了坏事自然有父母撑伞，钢骨也从不吝惜自己拥有的这份权利。小学时便利用老师把柄逼迫其跳楼自杀，初中时拉帮结派霸凌同学，而在一次威胁童跳楼时，童刚好跳楼下去，被路过的货车碾压致死。他脸上也只有失去新玩具一样的不悦，但他殊不知此举却是踢到了铁板。真理亚抱着儿子残体痛哭的样子，就注定会迎来一场惨烈的复仇。得知真相的她，为了不牵连心爱的丈夫，先是离婚，再是全身整容隐姓埋名。在一切风平浪静之后，混入学校成为霸凌小队的保健室老师。复仇复仇再复仇，仅仅半年时间，霸凌小队只剩下最后2人，但也是处理起来最棘手的2人。
自不用说他们身后的背景强大，为首的钢骨更具有圣人的刑侦能力，已经将真理亚列入嫌犯名单。接下来只要对方配合自己玩一出游戏，他就能确定真理亚的真实身份。杀害霸凌组3人的身份就是童的母亲，可是你的对手是真理亚。为了庆祝新学期开始，学校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举行文化季活动，而趁着为排练节目的借口，钢骨邀请了真理亚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游戏。抽到话题是暑假做了什么，但钢骨的这点小心思，真理亚又怎么可能不知道？于是顺水推舟，仅是将其他同学回答的话题延续下去，而避过回答自己暑假做了什么。但不死心的钢骨还想收集一些信息，比如真理亚的年龄，这样便可判断她是否已为人妻。于是询问真理亚学生时期流行什么，这么年轻漂亮，看着就像20多岁似的，可这明显不过是猜年龄的测验。真理亚直接笑着回复就是20多岁。眼看没有办法解开真理亚老师的神秘面纱，钢骨只好宣布游戏结束，悄悄地启动 B 方案，给校长寄去恐吓信。如果不速速辞去校长一职，那么他在学校布置的2枚炸弹就会把校长这只狡猾的猪以及学校炸上天。可校长只觉得是恶作剧，便将信件丢进了垃圾桶里。时间来到第2天早上，自从那天真理亚给汤田安排成为黑客的主线任务后，汤田也只是花1晚上就通关了黑客模拟器游戏，已经打算开始学习参考书准备黑客考试。可这就糟糕了，真理亚本来是想通过消磨汤田的时间，阻止他插手复仇的计划，现在看来只能另找借口。于是真理亚让汤田去做家务，而真理亚给出的理由是，完美的复仇不仅需要依靠健全的精神，更需要健全的身体，所以需要汤田在生活层面上支援他。没想汤田比预料上的好哄骗，为了能帮助真理亚复仇，他发誓会做好一切家务，让真理亚没有后顾之忧。而这一早，汤田就给真理亚准备好了便当，还是很出乎真理亚的意料，毕竟才2周时间，汤田的厨艺明显大涨，恐怕真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消磨他时间的。感慨之余，真理亚也略显忧愁，一想起在自己指导下越变越好的汤田，他就愈发愧疚。或许他作为大人的职责，就是应该将误入歧途的孩子像汤田那样引入正途的。他本来可以让鬼怒川他们学会反省，可最终却选择复仇，夺走了他们的生命。起初真理亚还沉浸在愧疚中，当着世俗眼里的圣母，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才意识到，人是可以被饶恕的，但恶魔不行。当真理亚缓缓走向校长办公室时，钢骨静香刚好从里面出来，2人只是简单打了招呼，便也没有过多交集。进入办公室后，校长还沉浸在数钱的快乐中，毕竟每次举办校园季都能收到家长们的大量捐款，其中捐款多的则会被校长亲自接待。刚才出去的钢骨静香便是如此，想到这真理亚就觉得奇怪。钢骨是个爱哗众取宠的货色，距离真心话游戏后也实在过于安静了些。就在真理亚疑惑之际，角落处的一沓模糊写着300万元的赠款有些惹眼，校长捡起后也没看见上面有赠款人的名字，而且这信封的压痕有些不对劲。校长刚想拆开细看，真理亚想要制止却发现来不及，等赶紧跑开后，只听身后嘣的一声，空气中瞬间弥漫着一股火药味，还好只是一支鞭炮，否则校长就不是只烤焦一层皮。另一边，真理亚快速打开窗户通风，然后弯腰检查爆炸物，在一张耐火纸上标注着下次爆炸的预告。他们埋下了6颗炸弹，其中有2颗是真的，30分钟后会引爆下一颗，以及一张让校长辞职的恐吓信。真理亚认为该报警处理，但校长执意要继续进行他那用来捞钱的文化节，他才不会被几个鞭炮吓到，这就让真理亚有些不爽。凶手很明显是想利用校长这种贪财，罔顾全校安危的心理，将他硬生生拽进这场解谜游戏里。不过好在6个谜题也相当简单，在真理亚的推理下大致知道了6个地方，但考虑到6颗鞭炮中可能藏有2颗真炸弹，校长能信得过的人也只有教导主任。于是为了不让全校惊动，而且快速解决问题，真理亚提议兵分3路，既然钢骨想要和他玩解谜游戏，那他就稍微搭理一下，但是不会奉陪，毕竟所谓解谜也是可以从盘外推理的，只要了解出题人的性格，自然就能找出炸弹的地方。按理说钢骨喜欢站在高处看戏，那么表演的舞台定然会埋了炸弹，而果不其然，在真理亚找到炸弹后，还有足足20分钟才爆炸，只是炸弹上的文字提醒让真理亚迟迟不敢动手，剪断某种颜色的线，炸弹的计时就会停止。可这种颜色和同13岁生日时收到父亲送的游戏机颜色相同，很显然这只有和童有亲密关系的人才会知道。但真剪了线，无疑是暴露了自己就是童的母亲，这下难办了。一方面是师生们的安危，一方面关乎自己的真实身份，难道赌这个不是炸弹而是鞭炮吗？显然不行。还有可能在这短短20分钟内想出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疏散人群的方法吗？可以想到钢骨的为人，指定是不会留下这种机会的。于是就这样漫无目的的耗着，时间很快只剩下了30秒。真理亚注意到高台处的胖子正从钢骨旁边跑开，看来已经确定自己正在拆除炸弹。真理亚虽然很无奈，但是到如今就好好陪你玩最后一场游戏吧。此时真理亚有些不舍地看向舞台上正在表演的八岛同学，那是他从地狱里救回来的女孩，说到底只是自己偏执要复仇，可不能再让这些无辜的人牵扯进来了。所以真理亚决定终止审判，直接给最后2人死刑。胖子一边跑向观众席，一边回想起刚才的画面，果然如钢骨所料，真理亚来到了这里。接下来一旦真理亚剪断白线，那么就能确认她是童的母亲。可有一点让胖子害怕的是，在童的父亲住院期间，她仅是一个女人便绑走了强，那么估计她的武力值比强还要厉害。关于这个话题，他也有和钢骨谈过，只是钢骨一脸笑呵呵的让胖子留意一下，对方在剪断白线后很可能会展开追杀，所以就跑快一点就行。但胖子是胖不是蠢，见鱼儿不上钩，钢骨竞相给他打包票，一有异常和威胁，直接往家长观众席上跑就行。毕竟他是警局局长，发现可疑物品，他就有正规理由去搜查。如果对方敢袭击，那就可以当场逮捕。
至于他真剪断白线，那他将被列为嫌犯进行调查。但胖子还是不傻，如果对方有证据证明他们参与了害死童的案件，那他被抓了后会鱼死网破的。为了让胖子彻底放心，冈谷静香表示他还有第一郎作为人质，只要一通电话就能派部下去医院控制他。也是这样才终于哄到胖子上当。回到现实，他在确定真理亚即将捡线后，便来到观众席告诉冈谷静香，然后头也不回奔向逃生通道。可这时胖子惊恐地发现，有个不该在此时出现的男人正与他擦肩而过。另一边，距离爆炸还剩下最后的15秒，真理亚已经确认过全场的人员走动及布置，首先剪断白线阻止爆炸，然后前往视野盲区的舞台侧幕，入戏埋伏在那里的冈谷静香紧接踩着对方脑袋下楼，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幕后通道解决冈谷，再从右侧楼梯上到2楼，纵身一跃解决往逃生出口跑的胖子，而最后的最后再亲手杀死自己。这样一来，一切都结束了。可也就在这时，一个厚重的手掌甩开舞台侧门，狠狠夹了下躲在门后的冈谷静香。眼看计划就要破碎，胖子在身后急得跺脚。他万万没想到童的父亲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当然也出乎了真理亚的意料。难道这仅仅是个巧合吗？第一郎没有说话，只是夺走真理亚手持的剪刀，将白线剪断，并向门后的局长汇报已经将爆破物处理完毕。随后画面一转，4人进入校长办公室。根据爆破部门的调查结果，那只是一个被巧妙包装成炸弹的东西，没有爆炸的风险。虽然只是恶作剧，但也要抓到人才行。可这时校长却不乐意了，不用猜嫌疑人都只能是与学校相关的人，如果被立案调查，学校的所有糗事都会曝光在媒体之下，包括他们学校3位学生生死不明的失踪案件。想到这，校长生气至极，为了学校的名声，他气呼呼表示鞭炮炸弹只是他特地准备的一个惊喜节目，反倒质问警官破坏学校的节日要怎么赔偿，还有失踪的学生为什么还没找回来，一顿臭骂着警察的无能。可警察也是有底线的，至于试图掩盖一切的冈谷局长啥都不说，而第一郎可不惯着，跟校长坦言，为了追查失踪的3人，他被其中1人的强，也就是校长你的乖学生入室袭击后住院了，所以有必要怀疑你们校的学生在参与犯罪事件。一听这话，校长立马怂了，他配合调查，并为刚才生气的发言道歉。为了能好好调查学生的失踪案件，他推荐可以找一旁的真理亚老师沟通，毕竟他被学生们誉为保健室的圣母玛利亚，和学生们更亲密一些。听到这话，真理亚愣住了，他没想到事情正往危险的方向发展。见真理亚迟迟没有搭话，校长进一步凑近试图威胁，但突然校长感到后背凉飕飕的，而转头一看，却只是一脸平静的第一郎。是错觉吗？他刚才好像感受到了杀气。一旁的真理亚还在犹犹豫豫，他不知道该不该拒绝调查合作。考虑到冈谷妈妈没有阻止这一切，或许是觉得可以利用这场合作关系确认他是童母亲的身份，而第一郎似乎也很认真想要找到强等人的下落。但是真是巧合吗？如果第一郎已经察觉到了我的真实身份，是想向我传达什么事情呢？这次纠结一直持续到了文化季结束，在后业季，师生们和家属可放上一盏孔明灯，许下各自的愿望。真理亚贴心的给第一郎递去一盏，可第一郎却表示自己没有许愿的资格，所以请把你的愿望写上去吧，明星小姐。真理亚突然小脸一红，但瞬间察觉到不对劲的她立马弯腰，试图掩盖不该有的表现。她要冷静一点，第一郎应该还没有确认自己的身份。而这时低头又无意瞥见了第一郎手指上的结婚戒指，真理亚更觉得羞愧。虽然是因为要给小童复仇，但也是他单方面选择离婚，没想到自己负心，第一郎却还留情。这时胖子远处看着2人亲密的模样，不免有些烦躁。今天只差一点就可以确认真理亚的身份了。反观一旁的冈谷还和母亲有说有笑，胖子就来气，明明计划都失败了，怎么还能沉住气？冈谷，你还有要活下去的想法吗？还是说仅是个只会耍帅的废物？伙伴们接连被杀害，已经确认了凶手就是童的母亲，难道不担心下一个被杀的就是自己吗？就在胖子心中埋怨之际，冈谷递来一盏孔明灯，希望胖子能许个愿望。但胖子从来都不相信虚无缥缈的许愿，他相信的也只有冈谷说的任何话。可是如果你背叛了我，我会杀掉你的。而这种想法，胖子烂在肚子里，也不敢让冈谷知道。不久后，师生和家属们的孔明灯纷纷升空。真理亚写下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够实现。而冈谷的愿望却相当的恶臭，想再一次和童一起玩。又过去几周时间，2位来自罗刹会的成员正讨论着范岛的真正死因，不像是被走私毒品的仇家报复。上一次他被强踹地上拷问，当时对方也在找着范岛的下落。难道范岛的死和学校那边的人有关吗？这时候，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走了进来，原来这是他的律所，属下就负责给他搜罗一些可以赚钱的起诉案件，以及听从命令完成西装男的委托。这次西装男给的任务让2个小弟都呆愣许久。之后画面一转，在学校那边，一场令全校师生振奋的休学旅行即将拉开序幕。可真理亚怎么也没想到，第一郎竟又前来造访。只因休学旅行所去的禁欲岛是位于外海的私人岛屿，虽然听说是校长熟人所经营的旅游地，但第一郎总觉得不安。请问真理亚需不需要私人保镖？真理亚略显呆滞，这种事还是得先和校长商量一下。回答这话的同时，真理亚早已浮想联翩，难道自己凶手的身份已经暴露？他借口过来保护学生吗？还是说他猜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冈谷伤害呢？反正不管怎么样，真理亚能确定的一件事便是自己已经被怀疑了。突然这时，一位学生捂着肚子走了进来，
真理亚老师，我身体不舒服。真理亚刚进前去询问具体情况，男学生却掏出了一把水果刀，如果不杀掉老师的话，我的家人就会被杀。顷刻间，整个保健室的气氛像凝固了一般。真理亚一脸淡然地劝对方冷静，而作为警官的第一郎也不动声色地望着这一切。看着两人如此淡定，男学生顿时慌了阵脚。真理亚直言，就算杀了自己，也救不了你的家人，但如果协助我们抓捕犯人，一旁的警官就会保护你的家人，最终权衡利弊下，男学生还是选择了投降，并告知真相。因为被网络上月薪过万的躺赚工作欺骗，发过去了身份信息和住址信息，可没想却成了犯罪的帮凶，所以才有这后面的事情。至于诱导男学生过来刺杀自己的，真理亚能想到的犯罪集团也只有与范岛相关的人，可是他们不过是一群只会被金钱利益驱动的臭虫。真理亚不认为这是为了兄弟情谊的复仇。既然如此，真相是什么呢？在行刺真理亚失败后，男学生失落地经过另外两人，像是有计划一般，提起水果刀刺向钢骨，但钢骨出奇的反应灵敏，用巧妙身法躲了过去。而胖子可没那么好运，被结结实实的一刀刺中腹部，于是男学生又被带回了保健室。钢骨则一脸笑嘻嘻的来这里帮胖子寻求治疗，随后在一旁向警官讲述男学生的袭击过程。胖子则在真理亚协助下检查腹部的伤口，可惜胖子并没有受伤，溢出的红色液体竟是他随身携带的番茄酱。对于这起袭击案件，所有人是一头雾水。钢骨认为他妈妈作为警察厅的署长，被一些人怀恨在心也有可能，但报复的人为什么还会牵连胖子呢？我真的很痛恨那些躲在背地里威胁他人行事的家伙，更无法原谅他伤害了我的朋友。可钢骨说这话的同时，真理亚顿时无语，钢骨在骂自己吗？不过钢骨的这趟发言也让真理亚确认了一件事，这次的凶手另有其人，而且从钢骨现在的表态上可以知道，他绝不允许第三方的人插入来破坏他的游戏。钢骨很有可能会杀死那些多管闲事的家伙，所以真理亚有必要制止又一起凶杀案。这时钢骨回头询问真理亚需要哪些帮忙，可这明显不过是求合作，想联合真理亚击败搅局者，但与其和钢骨联手，还不如让凶手袭击我呢。真理亚婉言拒绝，并让钢骨把案件交给他的局长妈妈处理。此时让真理亚很头疼的是，如果凶手不是钢骨，对方也是这起事件的受害者的话，那么这是谁干的呢？不久后，在一座寺庙中，之前给手下安排任务的西装男佐伯正被老头一顿劈头盖脸的责骂，这一次没办成事情，不仅有辱黑道杀手的身份，还险些让他乖孙子受伤。可对此，胖子都觉得无所谓了，他已经厌倦了陪钢骨玩这种过家家的推理游戏。作为禁欲神社势力的少爷，他允许手下随意行动，在他不知道的地方，让所有人都去死吧。可老头可不愿意了，哭喊着让孙子别太惯着佐伯的行为，要是行动出点意外，把孙子连累死了，谁来继承他的位置啊？佐伯却笑着说没事，这次他会亲自出马，和少爷一起去。况且这趟禁欲岛之旅可是难得的好机会，毕竟禁欲岛是他佐伯旗下的一座私人岛屿，表面上虽然是一个旅游场所，但实际是暗地里进行洗钱犯罪的秘密基地，所以说隐蔽性还是很高的。再加上他的得力干将们全天24小时都在值班，杀一个人是轻而易举。这次好不容易骗取了校长的信任，对方才答应选禁欲岛当做学校休学旅行的场所，这种能暗杀钢骨一家的机会可不常有。对此胖子也总算放下了心，可老头还是不放心，哪有这么周到的计划？你需要什么条件交换？闻言佐伯也不再按捺自己的野心，由于禁欲岛酒店是租借神社土地盖的，于是海外企业来路不明的钱可以以捐赠给神社的名义流进国内。佐伯的想法便是今后想要拿一部分的分成，虽然老头才是神社的公司，决定权在他手上，但他还是询问乖孙子的意见，只是为了杀了一些人，答应这些条件合得来吗？佐伯却笑着说这很划算，而在之后他们会成为最要好的搭档，就如钢骨平时对你们爱答不理，可等到被仇家追杀时又会想起伙伴们的好，所以只要人类一起弄脏手的话，就会成为好朋友，是这样吗？好像是。当初鬼怒川也找过胖子，因为犯了罪可能被逮捕，内心的不安让霸凌小队才意识到抱团取暖的重要性，于是就这样，胖子默许了这次合作。而另一方面，佐伯也有自己的打算，想让少了血性的年轻黑帮成员们得到锻炼，这次休学旅行就是好机会。虽然胖子这次才是黑帮的领导人，但也始终对佐伯保持着戒心，他毫不客气地放下狠话，会派一些亲信监视佐伯的一举一动，胆敢耍小花样，甚至打算连他也杀掉夺取继承权的话，他不妨将佐伯扔进海里喂鱼。听罢，老头十分满意孙子做出的回应，看来他们阿直家后继有人了。与此同时的另一边，钢骨一家正收拾着行李，准备一起参加休学旅行。一般来说，休学旅行是师生们的活动，家属不应该参与的，但考虑到禁欲岛在其他县，本县警力的支援可能迟缓，所以对钢骨妈妈来说，不放心儿子身处在有一点点危险的地方，所以她和丈夫也预定了同一家酒店，方便钢骨有情况随时联络。有意思的是，钢骨妈妈同意了第一郎的带薪休假，她估计对方也会前去这次休学旅行，这样一来，犯罪候选人全都聚在一起了，这次休学旅行肯定很热闹。钢骨一开心就直接踢翻了妈妈刚收拾好的行李，只是有一点让钢骨不开心的是，明明这是他的游戏主场，可第三方非要过来打搅他，玩那恶趣味的黑帮游戏，看来不得不和胖子绝交了呢，真的好伤心。此时的钢骨就像开了上帝视角一样，一切尽在掌握。而另一边的真理亚在干嘛呢？面对汤田做的一手好菜没有食欲，而对即将到来的休学旅行一脸担忧，因为真理亚知道禁欲岛之行对他来说就如同鸿门宴，除了要面对钢骨，还要提防前不久袭击他的黑帮势力。尽管汤田百般恳请要前去帮忙，但真理亚始终没答应，他还是不想让汤田卷入这场麻烦中来。为了让汤田放弃，他埋怨汤田是隐藏炸弹，只会帮到忙。可汤田并没有气馁，
他会继续努力的，毕竟他已经做好了和真理亚老师一起承担罪责的觉悟，迟早会得到真理亚老师的认可。很快在数日后，休学旅行正式开始，一艘游轮带他们驶向外海。抵达禁欲岛后，佐伯作为禁欲岛旅店老板兼导游，给师生们举办了欢迎仪式。为了感谢学校将这里定为休学旅行的场地，他一定会还给大家2天3夜最难忘的假期。首先是留宿的房间，通通都是海景房，其次是可以在熄灯前随时畅享最高规格的自助餐，第三便是禁欲岛的特色，可以参拜名为禁欲大人的神明，并体验一下瀑布修行，但千万不要进入禁止入内的区域，否则出了事概不负责。然后是最后的重头戏，整片沙滩已经被包场，3天内这里只属于学校里的各位。就在所有人还沉浸在玩乐时，真理亚却隐隐察觉到周围的不对劲，比如长着粗大手指的救生员，那种手指不是经常殴打人或东西才不会长成那样。自助餐也不知道会不会被下毒。周围巡视的人也是佐伯的手下，而且那惹眼的禁止入内的牌子背后，感觉像是随时会成为杀死自己的处刑台。当然，这种危险的感觉，冈古应该也会有吧，可他却故意表现得很开心。真理亚显然有被气到，这家伙很懂得怎么让人烦躁啊。过了一会儿，冈古回到岸上，想邀请真理亚一起冲浪，试图掩盖内心的不安。真理亚也没办法拒绝，毕竟也只有真理亚知道，冈古面临着黑帮的死亡威胁，作为老师是有责任去保护学生的。于是冈古很艰险地利用这点，要挟真理亚和他一起冲浪，寻求一点点安全感。与此同时的另一边，警察小组也在沙滩边度假，除了冈古的父母，还有搜查一科的李二警官以及童的父亲真理亚的前夫第一郎。原来真理亚已经同意第一郎当他的护卫，不管这份怀疑是出自什么目的，但总体而言，有第一郎在，就多了一份安全感。这时候，校长正被佐伯伺候着，因为答应过校长，晚上会准备好夜间游泳池，供他和真理亚享受。至于学生，佐伯会监管好他们，不让其晚上出门，这样校长就能安心玩到早上。也正是如此承诺，才哄骗校长选择了这里当休学旅行场地。但暗地里，佐伯却对这色批校长一脸不屑。而胖子呢，他啥也不想管，只要能吃饱看戏就行。很快，夜幕降临，为预防不测，真理亚叫来了第一郎保护，只是没想对方提前过来等候。闲暇之余，两人不经意的寒暄，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第一郎自认不是个好丈夫，当时一心只有工作，反倒疏忽了家庭，酿成了惨案。也许妻子递来离婚协议书是他该有的报应，可身为当事人的真理亚却不认同，直言第一郎想错了。或许您妻子有难言之隐，毕竟你们当初虽然可能相处的并不融洽，可最后不也是想着在一起才组建了家庭吗？听后，第一郎仍略显忧愁，那为什么妻子非要和他离婚呢？当这话传入真理亚耳中，空气突然变得好安静，也只有脸上的羞涩能表达他内心的不安。相反，第一郎一脸淡然地盯着真理亚，像是看穿了眼前之人的真实身份，可没有证据，也只能是怀疑。到最后自言自语给出了答案，在他看来，妻子是为了保护他才选择离开，但明明在结婚的时候他就发过誓，只要是为了家人，即便是成为恶魔也在所不辞的。这一发言也让真理亚始料不及，没想自己不敢向外人提及的小心思，也有人能理解，而且对方还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此刻两人就像是热恋时期的情侣一般，不知不觉就贴向彼此。而也是这时，在角落处的校长一脸难看，本打算在今晚求婚的他，却被眼前的画面气得目眦欲裂。你们到底在嘀嘀咕咕什么？赶紧住手，赶紧给我离开！就在校长气得头脑发晕时，室内突然一黑，果然该来的还是躲不掉。伴随在停电的黑暗中，佐伯领着2名手下，头戴夜视仪，手拿胶带绳子和扎带，一场暗杀行动正在悄然展开。请问一个母亲到底要有多绝望，才会露出这种表情？目睹14岁的儿子被霸凌者逼迫坠楼，以重伤之躯再遭大货车碾压致死，这是母亲真理亚一生最难忘的痛，同时也是刻入骨髓的恨。为了给儿子复仇，他杀了又杀，宁愿泯灭人性，也要将这群霸凌人的恶魔拽回地狱。在解决完霸凌5人组中的3人后，被逼入绝境的真理亚第一次有了同归于尽的想法，是在校园季的烟花炸弹事件中，只要将最后2人杀掉，他也就能安心找儿子团聚。可结果那个男人出现了，前夫第一郎警官，他摆平了一场玉石俱焚的复仇，但霸凌小队的报复仍未停止。一边是有母亲为警长背景的冈古望，也是霸凌事件的主导者，另一边是有黑帮宗教背景的阿直六太，但此刻他早已和冈古划分界限，甚至反目成仇。3名伙伴生死，冈古却毫无在意。归根结底，童的直接死因都是冈古一手造成的，他可不能被冈古得逞，让所有人跟着冈古陪葬。接下来，他需要借黑帮之手除掉冈古，解决足以祸害到他的因素。可阿直要谋杀冈古的行动，却又将真理亚等人也牵扯在内。但好在，真理亚已不再是孤身一人，这一次，在他身边的还有丈夫第一郎。虽然真理亚早已全身整容，隐姓埋名，但似乎聪明的第一郎早已有所察觉。为什么心爱的妻子非要递来离婚协议书？明明他们结婚时，第一郎就已经发过誓，只要是为了家人，自己哪怕成为恶魔也在所不辞的。而3言2语的试探，也逐渐让真理亚卸下了防备。她真的好想将这些年筹划复仇的辛酸全盘倾诉，可丈夫也会和自己一起复仇吗？来不及犹豫，室内灯光突然一黑，以佐伯为首的黑帮3人
头戴夜视仪，手拿胶带、绳子和扎带，一场绑架行动即将开始。而在行动前，佐伯也犹豫过怎么执行阿直少爷交代的任务。虽然禁欲岛是他们黑帮的产业，在外海的小岛上弄死一些人也无关紧要，但佐伯还是询问了一下属下的想法。一人建议应该先除掉可疑的第一郎警官，可下一秒却被佐伯用木棍戳住咽喉，警告对方说话不过脑子，建议不要再说。接着示意张变南发言，他认为活捉真理亚和第一郎，因为一旦杀了人，冈谷多半会来抓捕他们，甚至最坏的情况是阿直少爷会趁机与冈谷和好如初。毕竟童的父母都死了的话，就没人会追责霸凌小队的成员。阿直少爷获得安全之时，想必佐伯难逃背锅生死。虽然佐伯很讨厌属下实话实说，但情况也确实如此。阿直少爷总会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威胁到他生命的因素都会被除掉。虽说伴君如伴虎，但跟着少主混也是有大大的好处。等老爷子一死，禁欲神社的所有营生都归他佐伯所有，至于少主就只是顶着神主的虚假地位，拿着供奉的利银混吃等死罢了。届时如果禁欲神社的营生被查出问题，这位少主也好用来顶罪。于是思索再三，佐伯还是决定替阿直少爷灭掉一切敌人。为了谋杀冈谷的计划能成功，只能先把童的父母活捉当成诱饵，届时再将所有人一锅端了。在黑暗中，真理亚和第一郎也感受到了杀意，对方至少有5人以上，而且身后就是泳池，对方持有电击枪就危险了。第一郎临危不乱，掏出手机，打开灯光的瞬间，闪瞎了所有头戴夜视仪的黑帮成员。第一郎刚想拉着真理亚离开，泳池却突然冒出双手，并用绳子套住了2人。不知何时，佐伯竟潜入了泳池。见此情形，第一郎一把夺过绳子，让真理亚脱离控制，自己则一人与水下的佐伯决力。阴险的佐伯还甩来一脚水，试图干扰第一郎的视线，可这点小伎俩却完全没难倒第一郎。朝对方踢出一脚的同时，顺带也挣脱了绳子。就这样，佐伯被一脚踹回了水里，但情况还是不容乐观。黑帮成员们还在虎视眈眈，怕真理亚受伤。第一郎提议为他垫后，可真理亚却没逃走的打算，毕竟以前喜欢的那个人也是教给了他几招防身术的。于是夫妻2人的混合双打开始，真理亚让毛巾浸湿，狠狠地给黑帮小弟甩了一耳光，而第一郎乘势一脚将对方踹进水里。背后的张变南想要偷袭，却被2人反应及时的将毛巾拉紧，并当作绊脚绳，将腾空而来的张变南绊倒进水里。于是3人都当了落汤鸡。佐伯不禁苦笑，看来活捉2人要费上不少时间啊。另一边，透过监控观战的阿直却因为画面太黑，没有耐心看下来，但他起码知道了佐伯的意图，看来并没有下死手。虽然这样做的话，自己确实没有理由再顺手处理掉佐伯，但被看透心事的阿直总感觉心里不爽。这时他将目光放在了同寝的冈谷身上，表面上好奇询问对方看什么色色的东西，实则内心里却担心冈谷在联系父母。冈谷不慌不忙地将手机屏幕共享出去，原来是小时候他与童入学时的合照，这让阿直看了不禁觉得冈谷有点恶趣味。而冈谷始终没有认为霸凌童是错误的选择，他自然没有错，错的只是那天突然来的大卡车。他预想中的结果只是童住院了就好，然后每天可以去探望，每天给他送作业，还能在一起玩呢。所以啊，谁要是来捣乱他的游戏的话，最好就做好觉悟吧，你说是吧，阿直同学？突然房间出现了另外一个身影，既然冈谷已经察觉是谁在主导此次事件，那佐伯也不需要留守。出乎阿直意外的，佐伯直接掏刀刺向冈谷，可结果却被冈谷用一本书挡下，接着不慌不忙地推开阳台的推拉门，出人意料的从2楼跳下去。这下可难办了，既然已经打草惊蛇，冈谷肯定也会誓不罢休，那也只能一不做二不休。只是阿直还是很讨厌佐伯将自己也拖下水的行动，现在2人都不得不站在同一战线对付冈谷了，谁叫佐伯实在活捉不了真理亚和第一郎呢？如今咱们只能像黑帮一样一起弄脏手了。阿直少爷，没想到还是被佐伯摆了一道。阿直只能无奈同意与佐伯一起猎杀冈谷。循着踪迹，他们来到了禁止入内的区域，冈谷在疯狂逃命，阿直则举起猎弩在其身后追击，但身手敏捷的冈谷先是躲过了弩箭，接着在无视野的情况下，还以鬼魅的步伐躲避了佐伯的阴暗一刀。眼看冈谷又急速逃离现场，阿直只能掏出手机呼叫下一组埋伏的人行动。可万万没想到，此时的冈谷如开挂了一般，轻松一跃，精准踩住张变南的头，并夺过对方手中的撬棍，顺势而下的时候，直接将3人掀翻在地，这让跟上来的佐伯都看傻了眼。看来冈谷并没有那么好对付。阿直不禁吐槽，他早说过冈谷没有那么简单，不仅武力出众，在学习成绩上依旧是名列前茅的。当时新转校来的汤田拿了满分第1，他和冈谷并列第2，童则拿了第4。其实童当时学习并不算特别好，只是有了汤田的指导才进步神速，但2人愈加火热的关系却让冈谷看了心生嫉妒。表面上客客气气地说要加入2人的学习队伍，但最后却霸凌了汤田还有童。所以冈谷这种人是非常喜欢打入敌人内部，抓住对方弱点再逐一击破的狡诈之人。虽说要打败这种人可不能有一点马虎，但说到底他们这边可是黑帮啊，再多的计谋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可不管用。最终也正如阿直所言，冈谷被逼入
入绝境，眼前唯一的去路只有一口井。钢骨转身，却已发现被黑帮团团包围。阿直也向钢骨投去蔑视的目光。如果钢骨你早点把霸凌的麻烦事处理完，他们也不会闹到这个地步。所以啊，作为欺负童的主犯，麻烦你自我了结吧，也省得脏了他们的手，到时候被发现了还很麻烦呢。此时围观的黑帮成员也在纷纷起哄，叫嚷着让钢骨赶紧自杀，但钢骨却默默冷笑。欺凌真的很残酷呢。童那个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吗？但不对啊，童当时也有不跳下去的选择，他是为了母亲才敢于飞翔，那是因为爱才对。此刻钢骨变得扭曲变态，佐伯和阿直也不知道钢骨在神神叨叨什么，但拖延时间的话可没有用，他们这边随时都能击杀钢骨，只是等对方识趣早点自我了结而已。但钢骨还是自顾自的说些云里雾里的话，即使他知道阿直是对人没有兴趣的人，也是他见识过在他头脑之后第二聪明的，但这样的阿直是有致命弱点的，总顾着规避风险和追求效率，虽然准确而又冷静，但可惜没有爱。一瞬间阿直被整得有些懵逼，钢骨这家伙不会喝醉酒了吧？但钢骨还是在嘲讽阿直，永远不会懂的，因为从未爱过任何人的阿直当然无法理解像童当初那种仅仅为了删掉母亲假视频而选择跳楼的低效且不合逻辑的行为啊。至于他这种连蟑螂都愿意去爱的人，也只有神才能理解。听到这的阿直只觉得眼前的钢骨脑子有病，既然你这么喜欢蟑螂，恶心的家伙不在3秒之内制裁的话，他就动手了。眼看钢骨还在不听劝告的神神叨叨，阿直再也忍不住向前射去一发弩箭，可钢骨却叹气着往身后一仰，在即将跌入井中时，却从腰间掏出一颗手榴弹。那就再见了阿直。随着钢骨的语音落下，手榴弹的引信也被点燃，钢骨将其抛到半空中来，顿时让所有人惊慌失措。引信太短，必须尽快撤离，可结果佐伯却拦住手下的去路，将3人斩杀于此。毕竟闹出这么大动静，毫发无损是不可能的。随后佐伯抓紧撤离，阿直也一边紧盯着上升的手榴弹，一边慌忙撤离，可结果却被脚下的另一只手榴弹绊倒，这下要完蛋了吗？真的好恶心啊！随着半空中亮起光芒，轰然一声爆炸，瞬间席卷周遭。同时刻在井中下坠的钢骨却不紧不慢地朝井口处摆出爱心手势。在爆炸的火光中，意识模糊的张变男仍喃喃自语：伪饭岛，做坏事是不是不该啊？等爆炸结束回归平静后，佐伯又提起小刀，亲自手刃3位手下，确保他们彻底断绝气息。这一边的阿直还好，只是踩了一个未引爆的手榴弹，运气果然还是站在了他这边。正当2人松了一口气时，水井处却传来攀爬的声音。眼见一只手搭在水井边上，佐伯朝前就是一刺，可结果发现那只是一只假手。钢骨的真身不知何时已经回到地面，并躲在了井的后面。不妙的是，一大块石子已经砸来，来不及躲闪的佐伯直接被砸碎眼镜，连右眼也暂时失明。钢骨太调皮了，跟自己年轻时一样啊！躲在身后的阿直却呼喊佐伯别输，死了的话谁来保护他啊？那既然这样，只能战略性撤退了。佐伯像精神失常了似的边说边活蹦乱跳，但阿直却急了，催促佐伯赶紧杀了钢骨啊！佐伯是真拿少爷没办法，自己都瞎了一只眼睛，还得照顾这位胖子，也真是太难了。目前不逃还能干嘛？可以执行计划 Z， 乘坐私人游艇逃脱之后将整座岛都炸掉。但阿直建议佐伯不要开玩笑，佐伯却笑着说炸岛是男孩子的梦想，但阿直可没那种梦想，反而催促佐伯赶紧出手杀掉钢骨。这下平时毫无情绪起伏的佐伯也彻底怒了，被炸了就得炸回去，这才是基本的礼貌，你却还挑剔杀法，你到底有多了不起啊？闻言阿直也毫无波澜，我自己当然很了不起，否则佐伯你也不会保护我吧？真是的，钢骨和佐伯说的话都好恶心，是不是度个假大家都变傻了？但话说回来，自己好像也没做错什么，自己做什么都是你们安排的，当初就是佐伯建议他去靠近钢骨，这样一来以后就能借助钢骨一家背后的军警势力造福一下他们黑帮不见得光的生意，而他靠近钢骨之后也只是按照钢骨说的话去欺负一个人而已。如果当初童没有死的话，结局就不会是这样了。想到这，阿直也回想起了与童的往事。当时童发现了阿直其实对人并没有兴趣，但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欺负人。可阿直并不打算解释，毕竟说什么依靠钢骨以后能轻松赚钱，这种解释起来太费劲了，还不如让童老实接受欺负来的简单。上次没把童的便当倒掉，被钢骨发现了，今后必须要拍照给钢骨，才能应付钢骨的检查。童不懂阿直为什么要帮他，难道被钢骨威胁了吗？可阿直心想，如果说没事的话，肯定会被继续追问，太麻烦了，不想让事情变得太复杂。阿直不懂眼前的童突然发什么精神病，一个劲的问他是不是被威胁了，如果有的话可以提供帮忙。但阿直只觉得这样很恶心，事情麻烦起来太恶心了。童还不把便当倒掉，他就自己倒掉，赶紧拍完照片结束工作。他可想早点去饭堂吃饭呢。不知不觉阿直已行走在逃生路线上，回想起当时的童，好像当时的童也有点恶心啊，但不想那么多了，只要穿过鸟居背后的瀑布，洞穴里就有他们准备好的逃生艇。当然只有佐伯跟阿直离开，连守护瀑布的守卫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所有人都要留下陪葬。可结果却有一人拦在身前，见阿直
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他只能叹气，果然不让那孩子和你当朋友的直觉没有错，毕竟黑帮什么的都是被警察养着的，社会中的垃圾啊！没想到钢骨的妈妈提着武士刀拦在了瀑布前，守卫也被尽数解决掉。看来禁欲岛上的大混战，究竟谁会得到胜利？女神的青睐还犹未可知。反转再反转，随着钢骨静香提起武士刀拦在逃生通道前，圣母审判的故事又再度迎来高潮时刻。无畏的妈妈与无能的丈夫携手共进，而眼看霸凌者即将迎接审判，可没想到霸凌者们竟狗急跳墙，为推卸责任开始互相残杀。而钢骨的一个手雷弹，更是将禁欲岛全员推下深渊。因为阿直已经被癫狂的钢骨吓破了胆，对他来讲，与其留在岛上等死，还不如坐着逃生艇离开，然后再按下爆炸按钮，引爆整座禁欲岛，全部人都死掉的话，那么追究霸凌事件的人就再也不存在。但阿直万万没想到，他的黑帮手下们竟都那么不堪一击，连一个女警长都打不过。如今自己的逃生通道还被其堵住。此时钢骨静香不屑地望着下方的2只逃命老鼠。身为警长，他早就知道禁欲岛被黑帮买下，如今他出手除掉，也不过是要一次性收拾你们这些社会垃圾罢了。而且除掉黑帮，然后将霸凌事件的责任推给黑帮，既除掉了社会垃圾，也不会再有人来揭露真相。因为垃圾啊，又脏又臭，没人愿意去翻的。但阿直并不同意钢骨静香的剧本，毕竟说到底，钢骨才是将童霸凌致死的真凶，将钢骨这个垃圾丢进垃圾袋，才是让双方都满意的剧本。此时阿直也在劝说钢骨静香，他知道钢骨妈妈并不是坏人，只是孩子抽卡失败了而已。但下魔丸并不是妈妈的错，毕竟你也曾想过让他改过自新，可结果都放弃了，对吧？因为你们夫妻俩脸上的烧伤痕迹都是钢骨一手造成的。当时作为精神科医生的丈夫想给钢骨做精神检查，结果惹怒了他，在家里玩火烧了你们。说罢，阿直也不想再继续揭钢骨静香的伤疤，只是让对方能不能听取自己的剧情安排。如果不想让人知道警长的儿子才是霸凌主犯的话，那接下来就将所有麻烦的事交给黑帮处理。而剧情也很简单，与霸凌相关的同学们为了钱财跟黑帮勾结，绑架了钢骨索要赎金，结果因为分配问题，他们内讧开始互相残杀。最终在这座禁欲孤岛上的混战中，黑帮成员错手杀害了钢骨，也杀了试图保护钢骨的真理亚老师和第一郎警官。从此霸凌事件就此结束。钢骨妈妈不仅除掉了烦心的儿子，还因为打垮了岛上的黑帮，从此仕途一路高歌。至于阿直，他也能安心继承神社过安心日子，这可是双赢啊！话音刚落，佐伯就在一旁暗暗吐槽，这死胖子平时都不关心人，一旦命悬一线才考虑别人的利益。这时钢骨静香也吸了口冷气，随后一脸冷静地告诉阿直，我不明白你误会了什么，他可是一直深爱着儿子的哦。虽然他儿子一出生就与众不同，需要通过欺凌别人来获得快乐，即使考试满分获得夸奖也无法满足，需要玩弄生命的瞬间才能感受到幸福，但是那就是个性啊。而作为父母，培养孩子的个性就是职责所在啊，所以他才教育钢骨不要被个性压制。为了培养独特的个性，他甚至还给出了建议，让钢骨挑一些不合群的同学下手，避免欺负人时被人发现。而鬼怒穿墙欺负所有人，所以被大家讨厌，是个不合群甚至被人嫌弃远离的家伙，自然而然他就成了钢骨的第一位朋友。之后的童也是，大家都是，所有人的存在不过是为了培养钢骨的个性而已。钢骨静香眼看儿子正如预期的成长，如今却跳出个要杀他儿子的家伙，他怎能答应？只是让阿直临死前还需要留下什么怨言。但这时阿直却打断了钢骨静香，他连忙道歉，真是误会你了，本来他还以为妈妈也是受害者，所以才想着帮忙除掉共同的敌人钢骨，结果是他自作多情了。而且他们这边好像也误会了钢骨，毕竟钢骨无能的行动让霸凌小队的成员一个接一个死去，他才担心有天自己也会被钢骨害死，所以才擅自做了些自卫措施。眼看阿直还试图说这是搞了乌龙，想要和解并恢复跟钢骨的同盟关系，但钢骨静香却不接受阿直的示好，杀掉阿直的计划依旧不会变，毕竟你可是我儿子所需要的祭品啊。但祭品二字却让阿直有点懵，还没等他追问，身后却惊现钢骨的身影，其手中还提着一把烈弩。钢骨指责妈妈别向朋友泄露他的隐私，闻言妈妈也是马上道歉。这边阿直却是大感不妙，前有武士刀招待，后有烈弩伺候，他立马向钢骨求饶。再怎么说他们也曾是一起战斗过的盟友吧，可在钢骨看来，所谓的盟友不就是愿意为他而死的存在吗？这下阿直真的慌了，他劝钢骨冷静，如果他们自相残杀的话，那高兴的就是他们的敌人，接下来他们应该团结起来才对。可没想下一秒钢骨真就同意了重新和好，但这瞬间就让阿直起疑，料想钢骨一定在打什么坏主意。果然下一秒钢骨又提出了附加条件，那便是让阿直就此消失，逃离到海外去。但是就这种程度的惩罚吗？不对劲，10分有9分不对劲。毕竟以阿直对钢骨的了解，他是绝对不会放过哪怕有一丝能威胁到自身的家伙。那隐藏在背后的阴谋是什么？跟钢骨妈妈说的祭品有关系吗？眼看钢骨静香都已经不再阻拦，阿直也实在想不明白钢骨的目的是什么。这时一旁的佐伯也在细声劝阿直离开，毕竟这是个难得的逃生机会，虽然不排除对方想把所有罪名推在逃跑的他们身上，但他们还有爆破装置，只要逃到海边就把岛炸掉，到时候还管他们有什么目的。但阿直还是觉得有问题，毕竟钢骨就算在这里杀了他们，也能将黑帮的罪责全推给阿直爷爷，那留他们活口不是多此一举吗？钢骨到底要干嘛？不逃吗？想死吗？眼看钢骨凑近威胁，佐伯拉着阿直的手就往外跑，嘴上并说了句多谢了钢骨。此时钢骨竟也立刻回应，真的非常感谢佐伯先生。话音刚落，阿直立马变得警惕，脑里瞬间闪过佐伯与钢骨的关系，小时候就是佐伯让他去跟钢骨成为好朋友，说什么有
警方的帮助，以后黑帮的生意会很顺利。但自从童被钢骨霸凌死后，阿直的目标却又被佐伯要求改成可以凭此命案要挟钢骨。然而疑似童的父母开始复仇，杀害了与之相关的伙伴。阿直实在受够了待在钢骨身边担惊受怕的日子，于是才有了让佐伯出手除掉钢骨。可佐伯却没能杀掉钢骨，反而将自己拖入水里，与钢骨名牌搞得不可开交。虽然最后钢骨还是放了他们跑，但是自己好像从来就没有主动权，一切都被佐伯牵着走。如今生死存亡之际更是如此，佐伯真是太危险了。下一秒，佐伯的头部遭遇重击，而举起石头砸人的正是阿直六太。他不能把命交由佐伯干扰，更何况佐伯有可能已经和钢骨串通。而此刻遭受重创的佐伯一脸问号，刚想开口追问原因，结果阿直又抱起一尊禁欲神明的石头像，于是佐伯被砸倒，顺着阶梯滚落，接受禁欲大人的诅咒吧。话刚说完，阿直就立刻逃跑，只留钢骨家的两人疑惑地看着倒地的佐伯。稍后，钢骨妈妈开口问钢骨要不要一起去抓捕阿直，可钢骨并不打算一同前往解决阿直的事情，接下来就交给妈妈去处理吧。画面一转，阿直已经来到佐伯所说的逃生洞窟里，可没想到这里真有一艘逃生艇。难道自己误杀了自己阵营的佐伯吗？但算了，事已至此，先逃命再说。至于目的地，就暂且定在海外吧。于是下一秒，阿直熟练地启动发动机，然后双手握住方向盘。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一切，简直糟糕透顶，还不如一开始就逃离这里好了。可突然，阿直做梦都没想到，就算是现在想逃，也已经逃不了了。身后突然现身的真理亚和第一郎，彻底断绝了阿直逃命的念头。随后，真理亚依旧是熟悉的操作，只不过此时多了一位助手。随着真理亚给阿直打上一针催眠剂，时间线也回到了数十分钟前。当时真理亚和第一郎很快就解决了黑帮成员，接着真理亚便掏出贴身珍藏的发信器，给黑帮成员偷偷带上，便放虎归山，以便接下来用手机监控敌人的位置。但是接下来要怎么做才能不把第一郎牵连进来呢？这时第一郎也注意到了真理亚的眼神不对，难道自己已经被察觉了吗？下一秒，第一郎还是决定坦白了，他告诉真理亚自己在刚才那伙人身上装了发信器，所以接下来会追踪他们。真理亚没想到竟然这么巧，但还是不希望跟第一郎一起行动，于是扯谎说要先回旅馆休息，不打扰警官办案。可是这时第一郎却将手机屏幕转向了真理亚，里面的画面瞬间令真理亚惊呆。第一郎随之缓缓开口：你能听我忏悔吗？妻子为了不牵连我，拿走了儿子被同学霸凌的证据，然后递出了离婚协议书，一个人踏上了复仇的道路。我当时却以工作忙为借口，没有察觉到儿子被欺负，以至于儿子最后身死，被社会舆论谴责，闹得家破人亡的结局。这些年来都活在悔恨当中。也就是那时，鬼怒穿墙闯进家里，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普通小偷，当时也无心进行反抗，一度想让强将我杀死在那里，这样或许就能在悔恨的痛苦中解脱吧。但最后的结果却得到了一件激励我活下去的东西，因为当时强来不及骑走自行车，于是我在那里找到了儿子被逼跳楼的证据。后面发现强也是童的同学时，儿子死因的疑点终于有了解释。一瞬间，真理亚陷入呆滞，第一郎神情复杂，惊愕、焦灼、愤怒，无法接受。那一刻，他得知儿子直到生命的最后都选择战斗。作为一名父亲，更是一名刑警，他也想要战斗。虽然现在或许迟了，但只要能为儿子复仇，哪怕付出所有，也希望真理亚能好好利用他。他愿意为此承担所有罪责，所以请让我成为你的盾牌。真理。这一刻，面对第一郎歇斯底里的恳请，瞬间将真理亚拉入回忆。当时汤田也渴望加入真理亚的复仇阵营，只不过为了不牵连汤田，真理亚说了拒绝。但汤田也都知道，正是因为真理亚的这份温柔，所以才会希望一人承担所有。只是对汤田而言，自己那份想要一起承担罪责的决心被拒绝，就难免会心生落寞吧。一想到这，真理亚也暗暗狠下了决心，也不想再看到第二个因此落寞的人了，只是希望接下来第一郎能答应他一个请求。随后，第一郎就静静站在渡口处，望着渐行渐远的逃生艇。可突然，钢骨静香从身后的洞口出现，开口就询问第一郎在干嘛。第一郎表示只是迷路而已，但这种玩笑话，钢骨静香又怎么可能相信？第一郎却无比坚定，他很认真的。钢骨静香却殊不知第一郎所谓认真已并非迷路这件事，转而表示无奈，让第一郎随他追逃生艇去吧。此时第一郎并没转身理睬钢骨静香，而是自顾自说着儿子的案件，同时也回忆着刚才与真理亚的约定。他现在能为真理亚做的就只剩下一件事，那便是活着拖延时间。钢骨静香却疑惑第一郎为啥还要说起童的死亡案件，你到底打算干嘛？第一郎显得一脸憔悴，因为自己无能啊，才让儿子被同班同学杀害了。此时钢骨静香也意识到事情不对劲，难不成你以为我儿子杀害了这位同学吗？那当然了，作为刑警，他有证据才会这么说，但真正的证据，第一郎不会蠢到现在就拿出来与对方对峙，更加不能被钢骨家察觉到自己拥有证据。于是第一郎只能虚构一份假证据，而挑选的对象则是死无对证的强。第一郎谎称当时袭击他的强已经交代出事情经过，正是钢骨旺将他儿子童霸凌致死。虽然这有可能是强在胡说八道，但后面他也调查过档案资料，当时因为童死亡后，案件报告是跳楼自杀未遂后遭大货车碾压致死，并且童的社交软件上也发表了一些讨厌父亲的发言。在社会舆论的施压下，自己成了那个逼死儿子的真凶。一开始他还真以为是自己的原因，便只好同意了上级的命令。身为刑警的自己退出了案件的调查，上级说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免遭受舆情波及，但到后面越感觉越不对劲，明明出现自杀未遂的情况，学校也应该出面说明才对，可一切都没有发生，仿佛就像有一张大手推着案件赶快结案，这让第一郎至今都无法接受。而如今回头看，如果警方当时是为了庇护钢骨旺，为了庇护女警长钢骨静香的宝贝儿子，那么案件提前结束调查，一切都有了合理解释。所以警长，这起案件必须从头开始调查。闻言，钢骨静香却轻蔑一笑，你难道想成为一个三流
有小说家吗？没有证据就胡说八道，简直就是不称职的刑警啊！第一郎也紧接回怼，无视证人的证词也是刑警的失职吧？此刻的冈谷静香却还在胡搅蛮缠，直言第一郎的胡乱猜测只会给调查带来麻烦，何况违抗上司的命令就是不聪明的做法。但第一郎显然不接受这种说辞，既然这样，冈谷静香也没办法了，也只能通过武力手段来教育第一郎，让他认清现实。第一郎丝毫不惧，反而觉得冈谷静香的处理方式有些幼稚，毕竟我们都是大人了，还想玩小孩子打架解决问题那套吗？与此同时，在离岛不远的海面上，一艘救生艇已经停下，因为真理亚的第4次审判已经开始了。3年内班，阿直6台。此刻，阿直如待宰羔羊，被捆绑于座椅，脚上也有镣铐束缚。在真理亚那不屑眼神的俯视下，阿直的过往种种皆被看穿。他深知阿直的动机，靠近冈谷不过是为了一个威胁冈谷的机会，以此满足私欲，结果却被冈谷将计就计罢了，以为精心策划的算计就能得到最终的回报，结果反倒被利用，落入如今这般死局。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你没有爱啊！此话一出，阿直略感惊讶。冈谷也说过他没有爱，可毕竟自己在黑帮长大，所以也没有学过什么是爱。原来如今的败局都是因为自己缺爱导致的，好烦。但比起爱别人，此时阿直依旧更想为自己考虑。如果真理亚只是将他绑起来说教的话，那或许自己还有一线生机。也果不其然，下一秒真理亚的话也印证了阿直的猜想。对真理亚来说，他也知道欺凌者的内心是变态扭曲的，他之所以选择审判而不是直接杀掉，当然也是希望欺凌者能悔悟改过自新的。毕竟再怎么说，你们都还只是孩子，反省与否是孩子的选择，原谅与否是大人的权利。闻言，阿直也不禁感慨，不愧是玛利亚老师，简直就是圣母啊！你会原谅我吗？我会努力反省的。光是听阿直说的这套，真理亚就已经很开心。那么也废话不多说，审判正式开始。随着真理亚揭开白布，阿直藏在白布下的手显现，3只拇指甲牢牢锁住了5根手指。显然，如果接下来阿直反省的话语令人不满意，那手指就会被一根根碾碎。这时真理亚也提醒阿直，胆敢试图逃跑或反击，那就立刻丢进海里喂鱼。这似曾相识的话让阿直欲哭无泪，他恳请真理亚就别复仇了吧，以恶制恶既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自己变得跟施暴者一样恶心。是啊，恶人当然恶心，但他又不是以审判惩戒他人为乐的精神变态，所以我才给你一个反省的机会，而不是一上来就动用刑法。那就赶快开始反省吧。这下究竟要如何反省，已然成了阿直避不开的环节。但是要怎么做才能让真理亚知道他是认真的呢？真恶心啊！或许真理亚就是知道我说不出这种违心的话，才故意刁难我。真是个令人讨厌且不懂事的老太婆啊！今おばさんって言ったね。